男人怎么也没想到，与自己为敌几10年的龙族首领居然是个白发妹子，而他为了报复我做的第一件事，却是给我生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只因我在将死之时发动了血咒，这对方才品尝过我血液的他很快就起了效果。作为龙族高贵女王的她，何时受过这种屈辱？可身体的本能却让她失去了清白。由于龙族向来都遵循单配偶的规则，自此她便失去了寻找同类配偶的可能。更让她恨得牙痒痒的是，这个男人如今居然还想一死了之。可恶的人类，你对龙族犯下的罪孽，本王定要你加倍偿还。以后你就老老实实的给本王带孩子吧。原来在这片大陆上存在着各种种族，龙族虽然数量稀少，却精通上古魔法，而人类虽然弱小，却有着极为坚毅的品性，在无数次灭族之战中存活至今。人与龙之间无尽的厮杀已经在这片大陆上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直到一个男人的出现才彻底改变了战局。作为帝国最强的勇者，我成为了终结这场战争的唯一希望。可我怎么也没能想到，自己居然被轻信出卖，在最后的决战中成为了龙族的俘虏。此时的刘小烟迈着胜利者的步伐走入地牢，正想着如何好好嘲讽一番这所谓的人类最强者。他身上有些酒气，精致的脸蛋上有些潮红，想必应该是在庆功宴上太高兴，一不小心喝多了。看着满身伤痕的男人，他不由得轻蔑一笑。伟大的屠龙英雄，沦为我们龙族阶下囚的感觉如何？我的眼神愈发阴冷，成王败寇不过一死而已，阁下何必又如此羞辱我？可刘小烟道术的瞳孔中满是轻蔑和玩味。你还以为自己是那个无所不能的屠龙英雄吗？你现在只是个不自量力的蝼蚁罢了。想要我给你个痛快，但我偏偏不让你如愿。言罢，他便一把挑起我的下巴。倒是个刚毅帅气的男人，若是脸上能再添几处伤疤就更完美了。他的小指在我的脸上轻轻划过一道血痕，然而我早已无暇顾及这等疼痛。刘小烟，你以为这样就会让我屈服吗？别做梦了。可他却将那沾满鲜血的手指放进嘴里吮吸起来，脸上露出一抹邪魅的笑容。就算强大如你，若非被小人陷害，也不会沦落到如此狼狈的地步。不过本王给你一个机会，投靠我们银龙族如何？只要你肯投靠我们银龙族，我就帮你杀光那群叛徒，并给你留在我身边伺候我的机会。而我只是冷笑一声，你配吗？难道是你们龙族的雄性不行，还满足不了你这个半人半龙的丑八怪？从小养尊处优的刘小烟当即暴怒，他的龙尾猛然扫出，我的身体在这一击之下倒飞出去，竟直接在身后的石墙上砸出一个大坑，一抹腥味涌上口腔。我知道那是我的内脏被震碎了。就你个臭细狗，真以为本王稀罕你吗？他一脚踩在我的胸膛上，你以为你死在这里就会被后世奉为英雄吗？你不过是个和哥布林没啥区别的杂鱼罢了。真是可惜啊！你有妻子吗？有孩子吗？如果没有，你要是死在了这里，你的家族岂不是就要绝后了？不过本王今天心情好，可以给你2个选择，要么在地牢中慢慢被我折磨死去，他的脚尖突然在我胸口蹭了蹭，要么就臣服于我当我的奴隶。要是我心情好，或许还能给你拥有子嗣的机会。我吐了一口唾沫，可笑的畜生！刘小烟眉头一皱，他的尾尖迅速缠住了我的脖子，真是个硬骨头。可惜你马上就要死了。他的声音逐渐冰冷，恢复了女王的威严。我脸色憋得通红，原本就虚弱的身体得不到氧气的供给，也许很快就会死掉吧。但我依旧死死盯着刘小烟，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二人僵持了片刻，他的尾巴还是松了松。你这又是何苦呢？我咬着牙艰难开口。刘小烟，从刚才开始你就犯了2个错误。闻言的银龙女王一愣，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第一，你不该和一个最强屠龙者独处；第二，你千不该万不该去品尝我的血。话音未落，我的双瞳猛然睁大，一道红色的魔法印记喷涌而出。那一瞬，刘小烟顿感身体发软，意识也渐渐模糊。她缠着我脖颈的尾巴终于松开，一种本能的恐惧让她后退了几步，随后便是一股强烈的无力感席卷全身。这种浑身的燥热感是怎么回事？银龙女王再也支撑不住，瘫坐在地上。她本就微醺的脸蛋更加红润，呼吸也急促起来。我看着方才还居高临下的刘小烟，放声大笑：女王陛下，好好感受下人类的恶意吧，很快你就会体验到我的血咒给你带来的极致痛苦。从今以后，你的一生都会活在由灵魂带来的痛苦之中。怎料她却忽然发疯了一样，迅速起身对着我扑了上去，嘴里还在呢喃着我听不懂的话语。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渴望，随后在我震惊的目光中托起我的脸，一把吻了上去。我本想挣脱，却发现这重伤的身躯根本就无力对抗银龙女王。就这样一人一龙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随着刘小烟悠然转醒，她正疑惑自己的身体怎么疲惫不堪，看着一团乱的环境，她才意识到自己好像不干净。抱着最后的一丝侥幸，她暗暗咬着下唇，盯着男人的方向怒目圆睁。你这恶心的人类对我做了什么？相较于刘小烟的愤怒，一旁的我倒是显得淡定得多。我艰难地开口，我对你施展的是一生只能使用1次的禁术血咒，本意是用我的血液让我们的灵魂产生链接，这样一来，等我死后，诅咒就会让你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见男人还在狡辩，银龙女王顿时破口大骂：你胡说！如果这是你死后生效的咒术，那刚才发生的又是什么？那只是个意外。没想到血咒的副作用就是让你……不等我将后面2字说出来，他就一脸羞涩的开口打断：你给我闭嘴，死渣男！不要再往下说了。我嘲弄似的笑了笑，虽然这禁咒的效果出乎了我的意料，但从结果来看还是很让人满意的。不过据我所知，你们龙族是遵循单配偶规则的吧？女王陛下，等我死后，伟大的银龙女王陛下不仅无法寻觅新配偶，更没有办法留下后代，甚至不能对龙族解释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这禁咒的效果真是远超出了我的预期。你刚刚说什么来着？你说我就要后继无人了，而现在你也会后继无人？哦，不对，是后继无龙。一时间，刘小烟不知道该作何处置。看着莱昂那副报复成功后得意的笑容，他又急又气，随后愤怒地伸出龙爪，想要了结了这个混蛋。可我却是自嘲一笑，想杀我还需要女王陛下亲自动手吗？我的词风虽然很蜡烛心，但身体却在急速衰弱，呼吸愈发沉重起来，已经出气多进气少了。血咒的代价就是施咒者的生命，我很快就会死。而你，女王陛下，带着对我的恨意和贯穿你一生的痛苦活下去吧。这就是我身为人类对你的诅咒，我会在地狱里等着你。不多时，面前的男人就再也没了半点气息。方才的声响回荡在偌大的地牢内，一遍又一遍地锤击着刘小烟的心。他整理了一下自己凌乱的衣衫，沉默许久后，终
终于是平复了心情，他恶狠狠地踢了一下地上已然死去的男人，用这么卑贱的手法对我进行报复，还想要一死了之？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本王偏不让你如愿。随后他便将自己的精血汇聚于掌心，对着男人的胸口狠狠地拍了下去。臭男人，我一定要让你体验到什么叫生不如死。而此时的我却好似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梦中的我回顾起了自己的一生。身为孤儿的我，从小居住在修道院内。5岁那年，我徒手杀死邻居家的恶犬，却被路过的顶级屠龙大师看上，收为弟子。10岁那年，我进入帝国军事学院进修，4年后以有史以来最小年纪和最高评价毕业。15岁那年，我踏上人与龙的战场，杀死无数恶龙，夺回领土，为帝国立下累累战功。我的名号也在帝国百姓间传开，而我也成了终结这场战争的唯一希望。多年的征战让莱昂这个名字流传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可年轻的我忘记了一件事情，一个没有背景、没有靠山的孤儿是不应该有如此深的民众基础。我的威望已经达到功高盖主的地步了。于是就在那日与银龙一族的决战中，眼看我就要攻破银龙圣殿，最终却被轻信被刺，沦为了龙族的阶下囚。不甘心的我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却发现正身处一个温馨奢华的房间中。虽然身体有些麻木无力，但好歹还算能动。我强撑着坐起身，房间以粉色为主，墙壁上画着太阳和云朵，还有几个简笔画的天使，虽然很抽象就对了。突然门啪嗒一下被打开，哎，你醒了！门口传来稚嫩的童声。我循声看去，发现是一个跟声音同样可爱的小女孩，看上去不过3、4岁，脸蛋上带着点婴儿肥，眉宇间已经能看出是个美人胚子。从长相上看，她倒是很符合我对小天使的固有印象。我知道了，一定是因为我对人类的贡献太大，所以死后才能直达天堂。而你就是传说中的小天使吧？说话间，我将手指向小女孩，小女孩听得有点懵，因为妈妈没有教过她什么是天使。我则是用宠溺的目光看着她。你好啊，小天使，你叫什么名字？小女孩告诉我，自己名叫曼波，是最爱她的妈妈给她取的。闻言我一愣，这名字什么鬼？小女孩小手一张，嘻嘻，骗你的，其实我叫穆恩，妈妈说是月亮的意思。你们天使也有妈妈吗？我还以为你们都是上帝直接捏出来。小曼波一脸兴奋地表示自己不仅有妈妈，而且还有爸爸呢。我看着她那银黑相间的发色顿感不妙，连忙追问她妈妈叫什么名字。然而等她口中蹦出刘小烟这3个字后，我整个人瞬间石化。我颤抖着手指向自己，你妈妈是刘小烟，那我该不会是你？不等我把话说完，小曼波直接抢答，你当然是我爸爸呀，不是哥们，你闹着玩呢，咋就直接一击入魂了呢？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时，身后突然响起一道熟悉的声音，死渣男，怎么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肯认了吗？穆恩在看到来人是妈妈后，便摇着小尾巴开心地扑进她的怀里。母亲大人，爸爸他终于醒了。刘小烟与我四目相对，打趣道，你终于肯醒了呀，我还以为你要当负心汉抛弃我们母女俩。一旁的小穆恩也附和，对呀对呀，母亲大人看到爸爸醒来也很开心吧，因为母亲每天都来看望爸爸。女王哼笑一声，是啊，妈妈可是非常爱爸爸，每天想的都是爸爸能早点醒来，毕竟他不醒来我又怎么疼爱他？我顿时气得咬牙切齿，你这鬼话也就骗骗小孩，你口中的疼爱怕不是要把我骨灰都扬了吧？刘小烟轻轻抚了抚穆恩的小脑袋，小穆恩乖，先去找龙哥哥和龙姐姐们玩好不好？妈妈有话想和爸爸交代。随着小丫头一蹦一跳的离开，她立即用尾巴把门反阻，整个人顿时变回了女王的姿态。怎么样，喜欢我给你生的女儿吗？我被吓得连连后退。穆恩真的是我的女儿吗？你明明应该对我恨之入骨才对，为什么要把孩子生下来？又为什么要救活我？刘小烟舔了一下嘴唇，恶狠狠地说道，你以为沉睡2年就能让我放弃对你的仇恨吗？2年前你对我做的事我可是记忆犹新，当初你敢对我做出无理的事，那我今日也要违背龙德好好惩罚你一下。可看他那尾巴疯狂摇晃的样子，完全不像生气的表现，我退无可退，只好一屁股坐到了床上。你以为我想那么做吗？人龙殊途势不两立，要是换了平时，我死都不会碰你这丑八怪一下。听到这话的他却是立刻将脸凑了过来，一股幽香直冲我的鼻腔。他有些戏谑地说道，你的意思是说碰我对你而言是一种折磨？我表示那是当然，不仅碰你让我感到恶心，就连看你一眼我都反胃。可我话还没说完，刘小烟的尾巴就缠绕住了我的小腿，紧接着用力一抛，把我重重摔在床上。你这畜生想干什么？我刚想反抗，奈何浑身使不上一点力气。而接下来便是银龙女王的复仇时刻。只见她先是哗啦一声撕掉我的衬衣，随后她的手上浮现出专属于银龙王的龙纹。也不管我骂得多难听，反抗得多激烈，刘小烟手指轻轻一点，就在我的身上刻下了这道龙纹。莱昂，这就是我对你的复仇。被刻上这道龙纹的你，永生永世都是我的阶下囚。此后你只是一个属于我的奴隶，你永远都没有机会再离开我了。当你的人类同胞看到你身上的龙纹，会有什么看法？认为你是伟大的屠龙英雄，还是投靠龙族的叛徒？我忍受着龙纹所带来的痛苦，可心里实在不解刘小烟为何要做到这种地步。要知道每条龙只有一次刻画龙纹的机会，而银龙女王的龙纹对于龙族而言是至高无上的荣耀，是无数龙王都渴望得到的印记。你还不明白吗，莱昂？他轻身向前趴在我耳边，朝我的耳朵轻轻吹着热气。我要你一辈子都活在这份耻辱中，一辈子都被我狠狠的羞辱。高跟鞋落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刘小烟的龙瞳忽然变得冷漠凶狠，那明显是龙族要进攻的征兆。他身后那条银色的尾巴已经高高翘起，不想捍卫你的尊严吗？让我们来一场真正的对决吧。很快2天半过去，被这么一折腾，我只觉得这副躯体临近崩溃。一想到这几天那些非人的折磨，我便愤怒地捏紧了拳头。可恶的刘小烟，我绝不会向你屈服。堂堂勇者怎么能成为龙族的玩物？就在此时，走廊里传来了女仆的欢笑声。今天女王陛下的心情好像很好，这你就不知道吧？她的丈夫醒来了。昨晚你是不知道小公主有多开心，可我却有些疑惑，这条母龙怎么到处宣称自己是她的丈夫？难道这疯批母龙真的喜欢上自己了吗？可她的战斗力实在有点猛，我可不想变成一具干尸，最后窝囊的死了。很快我就开始策划起如何逃离龙堡。过去的进攻线路我还记得，没想到2年半过去，这母龙也没怎么把她的老窝装修一番。城门口的守卫倒是很稀薄，虽然以我
我的实力可以轻松解决掉这几个龙族护卫，但这势必会惊动刘小烟。就在我头疼之际，余光却不经意间瞄到了一旁的洞口，这里怎么会有一个狗洞？龙族按理来说并没有养狗的爱好啊，而且这狗洞大小刚好能容纳一个人通过，看起来就像是为我量身定做一样。难道这是个陷阱？但此刻的我已无暇顾及这些，要是再不逃走的话，就会被那母龙用各种非正常的手段折磨到死。就算明知这是个陷阱，我也要强闯出去。随后我便弓下身子开始钻狗洞，拜拜了变态母龙。至于那个小曼波，虽然很可爱，也只能当做分手费赔给刘小烟了，毕竟她身上的龙族特征太明显，不可能带她去人类社会生活的。可我不知道的是，刚才发生的一切都被小穆恩看在眼里。妈妈，你快看，爸爸好厉害呀，居然在钻狗洞哎！一旁晒着日光浴的刘小烟慵懒的轻笑了一声，我看见了，是挺厉害的。穆恩的小尾巴摇个不停，那妈妈什么时候去把爸爸捞回来？小家伙眨了眨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刘小烟慢慢蹲下身，竖起食指轻轻封在穆恩的唇上，对爸爸不能用捞回来这种词哦，很没礼貌。穆恩歪歪头，那应该用什么呢？刘小烟哼笑，随即瞳孔变成一条竖着的直线，那是龙族宣誓主权时才有的模样，当然是用抓回来啊。很快时间来到傍晚，此时的我早已逃出了龙堡范围，只要再翻过几座山就能到人类领土。跑了这么远，那头母龙应该追不上来了吧？我看了一眼身后的方向，刚打算在这歇息一阵，可怕什么就来什么。只听远处的空中突然响起一声嘹亮的龙吟声，紧接着一只通体银白的巨龙便出现在了云端。坏了，忘记这坏女人会飞了。见状我撒丫子就开始狂奔，可两条腿咋跑得过这玩意？他一个闪身来到我面前，只见他浑身覆盖鳞片，鼻息里还喘着粗气，庞大的身躯足有几层楼那么高，这便是银龙女王刘小烟的巨龙形态。你倒是很能跑啊，来啊！我花了2分半才追上你。轻蔑又带着些许讥讽的语气传入我的耳朵，我不由得吞了一口口水，脑子一抽的说道：刘小烟，你冷静点，你的龙形态我可招架不住啊！你压上来我当场就得变成一滩肉泥。见他还是冷冰冰的态度，我自嘲的笑了一下，终于要杀掉我了吗，女王陛下？恭候多时了。可他只是慢慢低下龙首，你现在回到人类地盘又能怎样呢？你的胸口已经有我的印记，你觉得他们还会承认你这个屠龙者吗？那我就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重新开始生活，总比被你折磨强。放肆，真是不识抬举。刘小烟突然张开了双翼，直接在现场掀起一阵狂风，紧接着一爪子将我握在手里，他巨大的身躯缓缓离开地面，冲向一望无际的夜空。放开我，你这头母龙要带我去哪里？刘小烟戏谑道，既然你这么想回去，那我就亲自送你回帝国。2个半小时后，一人一龙来到了帝国城外的一处高山上，随着他龙爪一送，我当场体验了一次高空蹦极，要不是下面有大片树林做缓冲，我恐怕会被直接摔成一滩肉泥。可恶，这个仇我记下了，总有一天我要让你尝尝我的厉害。可当我抬眼的瞬间，整个人就惊住了。不远处的帝国灯火通明，代表帝国最高权力的皇室塔矗立在城中，没想到他真的将我送回了人类领地。然而此时的刘小烟也重新幻化成了人形，见到久违的人类城镇，你是不是觉得只要跨过去就可以回归人类的世界了？可惜了，莱昂，你回不去了，哪怕他看起来近在咫尺。说话间，他的龙纹便亮起了淡紫色的光，而我胸前的纹路也同样有了反应。见状，刘小烟缓步上前，忘了告诉你，并有龙纹刻印的两人，当其中一方想与另一方打架时，龙纹就会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爱意。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感觉到全身发热，心中有一种百掌挠心的冲动了吗？说话间，他将自己的小手搭在我胸膛上，我下意识的后退2步。你特喵是不是疯了？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可他的笑容却愈发放肆，菱形的瞳孔里充斥起占有的渴望。我就是故意的，我就是要你在自己的家乡面前明白什么叫耻辱。你的尊严从此刻起将会被我永远踩在脚下。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失去信念吗？我愤怒的一把握住刘小烟那只不老实的小手。你要是今晚铁了心的要将我折辱于此的话，那我们两人今后就是不死不休的关系。闻言的他愣了一下，但很快脸上浮现出满是玩味的笑容。不许眨眼啊，莱昂，给我好好看着你的家，你所有的荣誉和尊严都是来自那里。他突然扑了上来，可是你现在告诉我们在做什么？他病态的笑着，笑声激进疯魔，我等着你的不死不休。2分半后，我生无可恋的躺在草地上哭泣。刘小烟则是嘲讽道，你的表现有你嘴巴一半硬就好了。没想到我又一次从屠龙勇者变成了龙骑士，而他则是略微满意的收拾起衣衫。他一脸坏笑的用手指戳了戳我的胸膛，问道，莱昂，你说我每个月都带你来这探望老家如何？闻言的我被吓得连连后退。刘小烟，你的话让我觉得恶心，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吗？不就是想着如何羞辱我吗？没想到被你小子看穿了。只听唰的一声，刘小烟张开巨大的双翼就要带我回龙堡。走吧，女儿还在家里等我们。可我却拒绝了他的提议，我堂堂屠龙勇者，才不要被你像猎物一样抓着回去，我自己会走。跟在身后的银龙女王呵呵一笑，你这家伙还真是嘴硬，靠双脚走到银龙圣殿至少要花上个2年半，你那虚弱的身体受得住吗？我没有搭理他，只是赌气般的向前走着。对此刘小烟也不气恼，一个细狗人类罢了，我倒想看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可还没走出半个小时，我便满头大汗，气喘连连。这其实也怪不得我，毕竟方才经历一番苦战，现在本应是贤者时间才对。伟大的屠龙者，你这么快就走不动路了吗？实在不行的话，你其实也可以求求我了。他这话里的语气未免夹杂着些落井下石的得意，我直接出声打断，谁说我走不动了？别小看我们人类，浑身上下只有嘴是硬的。面对他无情的嘲讽，我气的是牙痒痒，可一时间又不知道说点什么来反驳他。就在这时，不远处响起了一阵哒哒哒的脚步声，抬眼望去，原来是有一队屠龙军路过此处。刘小烟的脸瞬间黑了下去，但我却是十分激动，因为这些人说不定就可以帮我摆脱身旁的疯批母龙。可话到嘴边，我又硬生生咽了回去。如果我现在呼救的话，刘小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杀光他们。而此时士兵也注意到了树林那边的动静，二位这是迷路了吗？为了不伤及无辜，我连忙表示没有，我们只是在这闲逛罢了。可那士兵却当即下了马，这山林可不是闲逛的好。
此处地方危险种和野兽特别多，要不我们带你们一程吧？士兵似乎是怕对方觉得自己是坏人，便主动坦白自己的身份。哦，对了，我叫沃克，是帝国屠龙军第47小队的队长。眼看他愈发接近，我连忙拦在刘小烟身前，挡住了他的龙吻。谢谢各位的好意，我们也学过一些防身训练，能保护好自己。可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我心中警铃大作，因为沃克居然说我的样貌很眼熟，询问起我是不是也在帝国屠龙军里效力过。而此刻刘小烟的眼里已经流露出杀意，他的手心开始汇聚起紫色的魔法能量，只要他一出手，这几个魔力都没有的低阶士兵必死无疑。我没有多想，一把拉住了他纤细的小手，任由灼热的魔法能量烫伤。见他并没有反应，我只好一把搂过他的腰肢。此举倒是把女王吓了一跳，连手里的魔法能量都不自觉地消散。大人，我想你应该是认错人了，我只是长了一张大众脸而已，就连我妻子也经常认错。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呢，亲爱的？看着他呆愣愣的表情，我只好在他的耳边小声恳求，我以后会乖乖听你话的。这次你先配合我将他们打发走好吗？随后二人便在现场撒起了狗粮。沃克见状便笑着和我挥手告别。待到他们走远后，我才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你这家伙豆腐吃够了没有？他用嫌弃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我，随后又用龙尾把我一把推开。你刚才搂着我的腰，其实是怕我冲上去把他们都杀了是吗？见我没有回应，他继续叉腰不满。你确实很聪明，但你搞错了一点，你要搞清楚自己的定位。我们虽然有孩子，但不代表我就是你的妻子。我呸了一声，搞得我很想当你的丈夫一样。刘小烟骂了一句死渣男后，就傲娇的别过头去不再理我了。可我的身体终究还是支撑不住，随着我眼前一黑，我便倒在地上失去了意识。刘小烟回头望去，终于走不动了吧？莱昂，求我呀，求求我，我就带你回去休息。可面前的男人却没有半点反应，不知为什么，他的心里莫名闪过一丝心疼，但他很快又恢复了那副高冷的状态，真是个脆弱的人类。下一秒，森林掀起了一阵风浪，他轻轻叼起这个半死不活的男人，将他甩到自己的背上，让你喜欢嘴硬，真想让你直接死在这里，但谁让你是穆恩的爸爸，再讨厌也只能宠着呗。他扇动龙翼飞向深邃的夜空，真是的，这次就当你求饶了吧。昏迷2天半的我终于从龙堡中醒来，小穆恩以一个标准的鸭子坐乖乖的坐在我的枕边。爸爸你醒了，是我帮爸爸包扎的。他骄傲的挺了挺胸，身后的小尾巴翘得更高了。我这才想起那天晚上被刘小烟的魔法灼伤，这让我不禁有些疑惑。龙学家曾说过，龙族是凶残的种族，他们从幼年时期开始一生都在暴力和血腥中度过。可面前的小穆恩对我完全没有敌意，甚至把我当作父亲。刘小烟这头整天摆着一张臭脸的疯批母龙到底是怎么生出这么可爱又温顺的女儿？看来她一定是遗传了我的优秀基因更多。我露出一个疲惫的笑容，抬手揉了揉穆恩的脑袋，小穆恩真棒，穆恩这么可爱，以后长大了可不能像你母亲一样哦，整天凶巴巴的，一看就不是一条好龙。可就在此时，我的话就被站在门口的银龙女王给打断。跟我一样怎么了？我一阵心虚，连忙别过头去表示没意见。你是孩子他娘，你说了算。这时穆恩举起我的手，再次露出求夸夸的表情。母亲大人，穆恩按你说的办法已经帮爸爸包扎好伤口了。可刘小烟的脸上却没有丝毫表情，只是冷冷的回应做得不错。本以为这冷漠的态度会让这小曼波伤心，可他却完全不难。谢谢母亲大人。老话常说慈母严父，但到了我这个抽象的家庭里怎么反了过来？我摸了摸他的小脑袋，小穆恩你先去花园藏起来，我数到100就出去找你好不好呀？真的吗？爸爸要陪穆恩玩捉迷藏。我拍拍胸脯保证，我可跟你母亲不一样，快去吧。随后我便开始数起了1、2、3。小穆恩一听屁颠屁颠的跑出了卧室，房间里又只剩下了我和刘小烟，二人冷漠的对视，沉默不语。僵持了大概10几秒后，还是我先开了口，你对孩子是不是太严厉了？刘小烟翘腿坐在床上冷哼一声，我们龙族都是这样过来的，从小对孩子严格才能培养出强大的战士，可他又不完全是龙。再说穆恩这么可爱，你忍心吗？刘小烟眉头一皱，他是龙，可爱对于龙来说是贬义词，那你也挺可爱的。我继续挑衅，刘小烟银牙紧咬，龙瞳里的那股慵懒和惬意也消失不见。他忽然起身将我拽到面前，弄清楚你的身份，你只是我用来宣泄怒火的奴隶，少蹬鼻子上脸了。感觉他似乎要动真格，我还是把想吐槽的话咽了下去，毕竟龙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似乎是感觉到刚才的自己有些过火，他尴尬的咳嗽2声，突然变得温柔起来。明白就好，我是银龙族的王，很多的政务要处理，带孩子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他不由分说的便帮我整理齐了衣服。我比刘小烟高一些，所以他在帮我整理领口时，我一低头唇边就会稍微触碰到他的手指。但孩子还挺喜欢你的，他在我耳边低声说道。还有，其实我也是哦。我一个人走在店外有些恍惚，方才那一幕无意间勾起了我的回忆。记得我在师傅那里修行时，每次师傅出门，师娘都会像刘小烟现在这样帮师傅整理好衣服。清醒点来啊，他可是人类的敌人啊，一定是为了让我屈服才说出那些话。这时我忽然看到走廊尽头躲着一个熟悉的身影，穆恩还是太天真了，以为躲在我身后就发现不了了吗？我转身一指，出来吧小穆恩，可对方却投来了看傻子般的目光，场面一度陷入尴尬。而此时我也发现了不对劲，妈了个鸡鸡的，这孩子咋一副深仇大恨的样子？难道是让他等太久生气了？见状我连忙表示抱歉，可他却直接扭头就跑。就这样花园里出现了一人一龙你追我跑的画面，可我终究还是太虚了，仅一个转弯就跟丢了对方的身影。怪不得刘小烟要把带娃的任务交给我，小孩子的心情实在是捉摸不透啊。他倒是清闲去了。恰好这时小穆恩也出现在我的身后，趁我不注意一把就扑到了我的背上。穆恩抓到爸爸了，眼见女儿情绪变化这么大，我有些不解。小穆恩你刚刚不是从我前面跑过去了吗？小龙娘看起来委屈巴巴的样子，
没有呀，爸爸一直没找到穆恩，所以穆恩出来找爸爸。闻言我更是一愣，难道刚刚是自己看错了吗？可恶的刘小烟都给我压榨出幻觉来了。然而我不知道的是，就在我与小穆恩开心玩游戏的时候，身后一直有一只小龙娘在盯着他们。小家伙握紧了小拳拳，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而另一边的我正陪穆恩在花园里画画。虽然在龙族的地盘生活对我而言是一种折磨，但好歹还有穆恩这个小天使能治愈我受伤的心灵。我不由得暗暗在心里发誓，等着吧，刘小烟，迟早有一天老爸会带小天使逃离母龙的魔爪。此时小穆恩举着画一路小跑来到了我面前，哒哒哒，爸爸你看，穆恩画了全家福哦。我刚想夸赞几句，可接过话来又愣住了。明明是一家3口，可画面上为什么会有4个人呢？我指着其中的一个小女孩问道：“乖女儿，这个小孩是谁啊？她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的全家福？”小穆恩立即抢答：“是姐姐啊！难道爸爸你没有见过姐姐吗？”不是哥们，我顿时觉得五雷轰顶，什么时候又多出个姐姐了？难道2人是双胞胎？那也就是说，当初的那场意外还是个双响炮啊？不对，双响慢波。想起刚刚花园里碰到的那个孩子，我就感到十分懊悔，竟然叫错了大女儿的名字，难怪她会那么生气。看见老父亲如此伤心的穆恩连忙安慰：“爸爸别难过了，姐姐不是在生气哦，应该是刚见到爸爸有些害羞吧。”这么一想，自己确实没和大女儿见过面，她见到陌生人会跑也很正常。我把目光移向不远处的银龙圣殿，说到底这一切还是得怪那头母龙，要找他问个明白才行。此时的刘小烟正看着信龙送来的信件，这只信龙只有鸽子大小，属于亚龙种。读了2行后，她微微皱眉：“姐姐怎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来拜访？”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她刚抬头准备查看，就见男人砰的一声撞开房门，嘴中还叽里咕噜乱骂着。刘小烟收起了信件：“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不是让你去陪穆恩玩了吗？难不成是你寂寞了又想当龙骑士了？”我不屑地呸了一声：“母龙，你的思想是真肮脏！我这次来是问你还打算瞒我多久？为什么不告诉我还有一个大女？”刘小烟傲气的一撇头：“你现在不是已经知道了吗？”我被这无所谓的态度弄得有些恼火。其实我还得感谢你，毕竟生孩子是个辛苦活，而你却直接为我生了2个。为了向你表示感谢，等我回到帝国后，我一定将你刘小烟的名字写进我家的族谱。刘小烟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沉了下去。你成功了，你这句话确实恶心到我了。不过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告诉你大女儿的存在吗？这还有为什么吗？不就是嫉妒我跟穆恩这么亲近，所以故意不让诺亚来见我这个爸爸？刘小烟挑眉：你就这么着急想见他？废话，谁不想跟自己女儿见面？我跟你这头冰冷严厉的母龙可不一样，我还要跟他好好培养感情呢。不料他却哼笑一声：好，你可别后悔。很快时间来到傍晚，这也正是我的计划，因为我打算亲自用美食来拉近与这个大女儿的距离。俗话说得好，想要套牢小龙娘的心，先得用美食打开她的胃。这道奶油炖肉我以前在打工的时候经常做，吃过的都说好，甜甜的口味也很适合小朋友。就凭这道手艺，拉近亲子距离不是有手就行。就连窗外的女仆都夸赞起来，亲王大人才刚大病初愈，为了家人还亲自下厨，真是头部家的好工龙呀。很快时间来到饭点，银龙女王牵着2个女儿就来到了大厅，她对2名负责饮食的女仆吩咐道：今天的晚宴你们就不用在旁边候命了，去休息吧。也就在此时，我端着炖肉走了出来，你们来的正好，快来吃饭吧。小穆恩立即朝我怀里扑来，爸爸好香的味道，是不是有给穆恩做最喜欢的炖肉和牛排呢？那是当然。我自信的朝大女儿看去，可小诺亚却是一脸嫌弃的将头别过去，嘴里还小声的一句：白痴，妈了个鸡鸡的，怎么和想的不太一样？随即我又瞥了一眼正在坏笑的刘小烟，可恶，一定是这头母龙搞的鬼，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放弃。刘小烟对着小诺亚说道：这是你和爸爸第一次见面，快介绍一下自己吧。好的，母亲大人。只见小龙娘双手叉腰，傲娇的走到我面前，我是银龙女王的长女诺亚，K 梅尔克威，今年1岁2个月。我立即蹲下身子，想给他留下好印象。你好，诺亚，我叫莱昂卡斯摩德，是你的爸爸哦。谁知他只是简单的回了个哦字。我乐个擦擦，这孩子怎么这么嫌弃我呀？小年纪怎么就学他妈冷暴了？见气氛有点尴尬，小穆恩连忙拽住诺亚的衣袖：姐姐多说点话嘛，爸爸快尴尬死了。可诺亚却侧目看向妹妹，严肃地说：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随即他又叉腰看向我：你看起来很弱哎，真的是我们爸爸吗？妈妈作为银龙女王真的会找这种细狗吗？如果这种家庭晚宴每天都来上这么一场，那我估计自己起码会少活30年。家庭聚餐本该是家人们谈心交流的最佳场合，此刻却成了我最煎熬的时刻。只因这大女儿虽然外表和穆恩相似，但性格却明显偏向刘小烟，甚至对我这个爸爸还有着强烈的敌意。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发问：小诺亚喜欢爸爸给你做的牛排吗？如果好吃的话，爸爸天天给你做。可回应我的却是小诺亚傲娇的表情：难吃死了，果然是个没用的男人。看到莱昂如此吃瘪，一旁的刘小烟也笑出了声。小穆恩眨眨眼：母亲大人，你怎么忽然变得好开心啊？而刘小烟则是用纸巾掩着嘴角，好让自己看起来没有那么失态。因为爸爸开心，所以妈妈我也开心了呀。随后他又把目光投向我，露出一副奸计得逞的样子：是吧，莱昂？好不容易才跟我们全家团聚，孩子看着你呢，怎么不笑啊？我很想掐死这头幸灾乐祸的母龙，但转念一想，还是不能在女儿面前表露情绪，只能大笑道：哈哈哈，我现在开心的都快要死了。好耶，那爸爸每天都跟我们一起吃饭好不好？小穆恩开心的蹦了起来，我心里冷汗直冒。这晚宴分明就是刘小烟用来拷打我的手段，我可不想被气得少活几十年。正在我盘算着该如何让穆恩放弃这个想法时，诺亚却忽然开口拒绝。穆恩小脸一耷拉看着姐姐：为什么不行啊？诺亚表示自己要去圣西斯学院的幼龙部学习。刘小烟对大女儿的这个想
想法也稍稍感到惊讶。他是知道诺亚很早熟的，在魔法方面也有着不错的天赋，可正常入学幼龙部的都是4、5岁左右的龙，而诺亚今年才1岁2个月。他疑惑地看着大女儿，为什么这么着急入学呢？我刚为自己不用每天来上这么一场晚宴松口气，可下一刻却只听见小龙娘郑重有词地说道：“因为我想打败更多的屠龙者。”我刚喝进口的水哇的一下喷了出来，感情这孩子是想打倒我这个老父亲，妈了个唧唧的，真是个大孝女。为了避免以后真的出现父慈子孝的画面，我连忙开始劝诫小诺亚，屠龙者都是很勇猛的，爸爸怕你受伤。可他只是白了我一眼，白痴，别把我当小孩。不是哥们，你就是小孩呀。我还想说些什么，就听刘小烟插口道：“我觉得诺亚的想法挺不错的，越早学到本事，就能越早去对抗屠龙者。”随后他又把目光斜向我，而且我也觉得屠龙者只是一群笨蛋而已，没什么了不起的，说不定连喝一口水都会被吓得喷出来。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来啊？我无奈地叹了口气，继续反对的话，诺亚肯定会更加讨厌我这个父亲，看来只能潜移默化让他改变这个想法。我低头看着盘子里的牛排，不自觉地握紧了手中的刀叉，算是对小龙娘的想法表示了默认。再看那把牛排嚼得吧唧作响的刘小烟，我算是明白了，我在他眼中已经不是2年前那个骁勇善战、配得上他宿敌名号的屠龙者了。或许在刘小烟看来，如今的我只是一个带娃工具人，一个随时要被他用来发泄怒火的玩物。他想给孩子们真正的父爱，所以才留着我一命。刘小烟笑了笑，既然你父亲也没什么意见了，那么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吧。圣西斯学院的入学测试在1个月后，你爸爸在理论知识方面可是很厉害，所以之后的入学测试你就要麻烦爸爸帮你哦。我默默地将餐盘中的牛排切个粉碎，特喵我好歹还是帝国的屠龙英雄，有你这么玩我的吗？等着吧，刘小烟，你现在带给我的耻辱，我以后一定要加倍偿还。很快家庭晚宴就落下帷幕，刘小烟刚起身要走，却被身后的男人一把喊住。我指着桌上四散的碗筷，这些盘子还没收拾呢。他有些不解，这种事情交给仆人们来做就好了。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夫妻一起处理饭后洗涮工作，才更有家庭的感觉。何况咱们的女儿还在呢，你不想在他们面前营造出家庭和谐的气氛吗？哪怕只是虚假的。在看到穆恩那期待的小眼神后，刘小烟也没反驳。好吧，那我们就一起收拾好了。小穆恩提出自己也要帮忙，却被身后的姐姐一把拉走。大人的事情你少管，接下来的画面也不适合你看。很快房间里只剩下了刘小烟和莱昂，水龙头里流着清澈的水。他扎起围裙去了厨房，仔细地擦拭着每一个餐盘，随后他又不满地看了我一眼，喂，你打算什么时候来帮忙？不是说一起洗的吗？可他话音未落，胸口就感到一阵燥热，而我则是冷笑了一声。2年前在地牢时我跟你说过一句话，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绝对不能跟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最强屠龙者独处。刘小烟拼命抵抗着龙纹带来的共鸣反应，你想要干什么？之前我长途跋涉，体力不支的时候被你的龙纹控制玩弄于掌心，现在可不一样了。银龙女王当即暴怒，她附带魔法的硕大龙尾当即朝我甩来，别以为用这招就可以逃出这里，可她的攻击却被我单手挡住。谁说我要逃了？我一把捏住了她的尾尖，你要做什么？一股酥麻的感觉从尾巴瞬间贯穿了她的全身，随后的她更是双腿一软，向前栽倒过去，止不住地喘着沉重的气。你这个混蛋！我慢慢蹲下身，与刘小烟的视线持平，紧接着轻轻挑起她的下巴，看着她布满红晕的脸颊和迷离暧昧的双腿。龙纹的效果会让你的尾巴变得无比敏感，这还是我从你们龙族书里发现的新知识呢。刘小烟此时就像一只被命运掐住后脖梗的小猫一样，她柔弱无力地趴在地上，放开我的尾巴，求求你了，莱昂，要不然等今晚过去了，我一定会弄死你。我发誓。可我却是加重了我手上的力道，那也是今晚之后的事情，更何况我从来不怕死，这你是知道的。龙族渴望征服，渴望毁灭一切，渴望掌控一切。从我醒来那天起，你就将我的尊严踩在脚下，把我视为消遣的玩物。那我们不妨换一下，你有想过尊贵的龙族女王也会有被人征服的一天吗？原来就在我启动她身上的龙纹后，迷迷糊糊的刘小烟也彻底失去了反抗能力。此时的她就和一个被命运掐住后脖梗的小猫没什么两样。我捏了捏她柔弱的尾巴，你也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吧，女王陛下。可她却依旧不肯求饶，放开我的尾巴，莱昂，要不然等今晚过去了，我一定会弄死你。从我醒来那天起，你就将我的尊严踩在脚下，把我视为消遣的玩物。今晚我们不妨换一下，你觉得如何？刘小烟刚想出声怒骂，屋外却传来了敲门声，原来是2名女仆准备收拾餐厅，见里面迟迟没有回应，2人便直接开门进去。然而下一刻他俩就齐声夸赞，这是亲王大人收拾的吗？真是头顾家的好工龙啊，我们女王陛下也太幸福了。可他们没注意到的是，这些谈话全都被躲在杂物间的我听到，真是没想到啊，刘小烟，你居然还给我塑造了这么好的形象，那我待会一定会好好疼爱你的。刘小烟刚想求救，但却被我一把拽着头发被迫仰起头，你可要想好了，如果你大声喊叫，我会毫不犹豫地给他们开门，到那时他们就会见到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女王变得这般模样。反正我是不在意，那你呢，刘小烟，你在意吗？刘小烟银牙轻咬，你这个混蛋，你会后悔的，莱昂。可我却一点放松抓着他头发的力道，我们屠龙者做事可没有后悔一说，这可能和我的家教有关吧。随着女仆们的脚步声远离，我更是满意的笑笑，迎接人类的怒火吧，我亲爱的女王陛下。很快2天半时间过去，2只小慢波看着昏迷的莱昂很是担心，爸爸已经睡了2天半了，他这是死了吗？诺亚站在床上，抬脚踹了踹莱昂的脑袋，试试不就知道了，你看这不是没死透吗？而刚醒过来的我就裂开了，我乐个擦擦，有你这么对爸爸的吗？见我睁开了双眼，小穆恩也兴奋地大叫起来，妈妈快看，爸爸又醒了哎！我晕乎乎地坐起身，我记得我不是使用了魔法强化身体吗？什么时候晕过去了？刘小烟面无表情地看着莱昂，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吗？他话还没说完，我的脑门就传来一股幻痛，这回全想起来了。那天人龙对决结束后，龙纹也失效，刘小烟直接一拳把我闷倒，然后我就足足睡了2天半。按理来说我还没虚弱到这种程度，可我这些天来积攒的那些体力都用在那天报复刘小烟上了，报复完了我的蓝条自然也通了。我看着正在梳妆的刘小烟心有余悸，这母龙是真狠啊，要不是我身为勇者皮糙肉厚的，换成普通人恐怕已经在他爪下死好几回了。
他站在床边，银色的龙瞳中不再是往日的冰冷与高高在上的淡漠，反倒有了一丝温柔。我不由得有点错愕，仔细一看，他还挺好看的嘛，明明是头200多岁的母龙。一旁的小穆恩着急的大喊：“爸爸怎么不动了？不会是又要死掉了吧？”而诺亚只是淡淡的斜了我一眼，那白痴只是看母亲大人看傻了。此时的刘小嫣不小心碰掉了桌上的头花，我不由自主的捡了起来，随后在他惊讶的目光中扶着他转身为他戴上。没想到这个还挺适合你的，阳光洒在他的脸上，他居然表露出了羞涩的模样。我轻咳2声，你今天好像格外的温顺。对于一头母龙，我最多也就是在心里胡思乱想的时候能用到温柔这个词，等真正说出口了，还得是温顺更贴切一些。刘小嫣瞳孔微动，像是在盘算着什么，但她很快板起了那张脸蛋，恢复到了平时严肃冷漠的样子。你还挺细心的，不会是为其他女人这么做过吧？我小时候经常给师傅家的驴梳毛，熟练的很。一旁的小穆恩不解道：“爸爸，什么是驴啊？驴跟龙差不多，2只耳朵1条尾巴，倔得很，不高兴就喜欢哼哼叫，跟你妈妈一样。”听到这话的刘小嫣脸色一冷，心里暗自有点生气，好好的氛围就被这傻瓜搞没了，随即就是一肘子打在了我腹部。不会说话可以不用说。看到这一幕的小诺亚冷冷的说了句白痴，活该。随后刘小嫣又给2个小龙娘安排了任务，你们今天要学会写名字，爸爸会负责教你们。穆恩一脸兴奋，好爷，又可以和爸爸玩游戏了。小诺亚则是冷哼了一句，我自己会写，不用他教。可他话还没说完就被激动的穆恩拽走了。姐姐，你陪我去书房找颜色好看的笔好不好？我刚暗自松口气，然而刘小嫣却告诉我今天她的姐姐会来看望她，让我不要在她姐姐面前出现。怎么了，女王陛下？也不让我这个丈夫见见你家里人啊？见状的刘小嫣冷笑一声，随即在我耳边一字一顿地说，听好了，莱昂·卡斯摩德，你现在是一条入赘到银龙族的公龙，因为某些疾病而昏迷了2年半，最近才刚刚苏醒。如果到了非见不可的地步，你也要按我编好的身份演戏，否则你就等着被我折磨致死吧。我没有反对，知道了，女王陛下，您要物在身，我怎敢不从呢？然而在他100龙尾逐渐远去后，我却是暗自捏紧了拳头。臭母龙，你以为我会乖乖听你的话吗？等着在你姐姐面前出丑吧。不过话虽这么说，在他姐姐来前，我还是得做点面子工程。可教2个女儿识字还真不是个容易事。趁着红龙女王还没到的间隙，我将2张分别写有穆恩和诺亚全名的纸张递到2个小龙娘的面前，你们先模仿这个写几遍吧，很快就能学会的。小穆恩听后很是开心，而小诺亚却是一脸嫌弃，不愧是个差劲的废物老爹，根本没有妈妈写的好看。闻言的我很受伤，这回必须让那该死的母龙好看，让他感受一下究极的社死。见我起身要走，小穆恩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爸爸要去做什么呀？我表示刚刚有东西忘给你们母亲了，我要去加倍奉还给她，你们可要好好学习哦，待会爸爸会回来检查的。而诺亚只是冷冷说道，他是笨蛋吗？姐姐，你为什么总要表现得这么讨厌爸爸？你明明看起来就很开心啊。诺亚呸了一句，我才没有，你快去写字吧。然而他那有些微红的脸蛋却已经出卖了他。很快临近中午时分，银龙圣殿的大门缓缓打开，刘小嫣在女佣们的护送下走向门口，而迎面走来的则是一个我从没见过的女人，或者说母龙。那人一身红裙，长发飘然，赤色的尾巴拖在身后，甚至要比刘小嫣的尾巴还长一些。我记得龙学家们说过，尾巴越长代表着这头龙的年纪越大。之前的情报上说刘小嫣是一头200多岁的龙王来着，那她姐姐岂不是年龄更大？就是不知道为何200多岁了长得还跟人类20几岁似的。刘小嫣主动拥抱了自己的姐姐伊莎，伊莎也回以热情的拥抱。短暂的寒暄后，他们来到院中的凉亭下，像是在聊着什么。可想死我了，我的好妹妹，几年不见你气色红热了好多哦，是吗？还好吧。刘小嫣有些不好意思，她听出了姐姐嘴里的另一种意味。我听说夫妻生活和谐对女人的气色很有帮助。小嫣，莫非你那位隐婚又孱弱的丈夫醒了？伊莎坏笑着打听着妹妹的八卦，她笑起来的时候会露出一颗小虎牙，显得俏皮可爱，跟她尊贵的红龙女王身份倒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副不着调的样子看着也不像200多岁的龙族首领，倒是刘小嫣明明比伊莎年纪要小很多，但行为举止却更成熟一些。什么隐婚啊姐，你不要取笑我。刘小嫣理了理发丝，然后摇摇头，她今天有些不舒服，暂时没办法见面。伊莎叹了口气，然后又说，不过说真的小嫣，你为什么会跟一个毫无名气的龙王结婚？他甚至连自己的尾巴都不愿露出来。刘小嫣只好支支吾吾的解释，各有各的爱好嘛，他很低调又内向，不会随便去挑衅别的公龙给我惹麻烦。说出这话时，连刘小嫣自己都觉得十分违心。内向低调超，莱昂浑身上下哪里能沾上这俩形容词？给他一把剑，他都巴不得砍了刘小嫣。至于挑衅别的公龙，他倒是可能会在砍刘小嫣的途中顺便把别的龙也一起砍。你跟姐姐老实交代，龙王的结合都是为了利益和族群，没有爱情可言。但你和你们家这位光速结婚生娃的感情应该很好吧？被姐姐调侃的刘小嫣害羞的将头别过去。姐姐你不要瞎说，我不就是跟他结婚还给他生了2个娃吗？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我真的没有对那家伙心动，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的。见妹妹全身上下只有嘴是硬的，红龙女王叹了口气，我这妹妹还真是一个小傲娇啊。而刘小嫣为了终结这个话题，便拽着姐姐伊莎的手要她陪自己逛花园。殊不知这2条母龙的一举一动全都被我尽收眼底。不得不承认母龙一家的基因确实好，无论是姐姐还是妹妹看起来营养都很好啊。不过接下来感受我的报复吧母龙，正好可以让我试试龙纹的影响范围有多远。此时的刘小嫣已经与伊莎散步到了花园，最近龙族领域有些不太安稳，特别是赤炎龙王那家伙最近可是很活跃呢。刘小嫣脸色一沉，你是说康斯坦丁吗？那家伙不是已经很多年没露面了？我听外界甚至都有传闻说他已经战死。伊莎轻叹一声表示，谁知道呢？可能是他又想趁机往外扩充领地吧。可就在此时
时，刘小烟忽然眉头紧锁，不自觉地含了含胸，龙纹印记突然爆发。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见妹妹突然不接话，伊莎便疑惑地转头询问她怎么了。好在刘小烟及时捂住胸口，才没有暴露龙纹的存在。我没事，姐你继续说就好。虽然表面波澜不惊，实际上她心里已经在暗骂莱昂那个混蛋了。当刻有龙纹的其中一方开始思念另一方时，龙纹就会产生反应。所谓的思念，当然不只是思念，还包含了某些欲望存在。她根本没料到龙纹之间的共鸣竟然会如此强烈，这导致姐姐说的话她一句也没听进去。她的尾巴开始不自觉地卷了起来，双腿也微微夹紧，不断地咬着嘴唇吞咽口水。天杀的莱昂，真是为了恶心我一点底线都没有。哎，小烟，你的脸怎么比后屁股还红啊？不着调归不着调，但妹妹身体出了问题，伊莎还是很担忧的。刘小烟挤出一个笑容，没事哦，你稍等我一下姐，我要处理点事情，大概20分钟就好。好，快去吧，要不要我陪你？刘小烟斩钉截铁地回道不用。说罢，她便忍着浑身的燥热与冲动朝着婴儿房跑去。你死定了，莱昂！看到这一幕的伊莎抿嘴一笑，原来是龙纹啊，现在的年轻人玩的还挺花。而另一边的我正悠闲地躺在椅子上晒着日光浴，母龙我倒要看你能忍多久。没想到还真是想啥来啥。只见阳台门被砰的一声打开，莱昂，你这个混蛋在干什么？他一把揪起我的衣领，你故意挑这种时候让龙纹共鸣，就是想让我在姐姐面前丢脸吗？而我已经做好了将嘴硬进行到底的准备。我露出一副委屈巴巴的表情，为什么要凶我？难道我想你也有错吗？他那双倒数的龙瞳里满是难以置信，随即很快从错愕与茫然变成了脸上荡开的一圈红晕，甚至还蔓延到了他的耳朵间。哎，等等，不太对吧？自己明明是上来要收拾他的，怎么迟迟没有下手，反倒还被他三言两语给唬住了？说什么我想你也有错吗？这种话真是太犯规了。刘小烟在心里安慰好了自己，想要继续说点什么来嘲讽莱昂，可龙纹的反应愈发剧烈。我看着一脸娇羞还在连连后退的银龙女王，看来自己装无辜的效果还不错，至少现在已经彻底拿捏住了这头母龙。没想到从师傅那儿学来的土味情话还挺好的。见男人一直盯着自己，他忙将头别过去，你真不要脸，你一个战败的俘虏说什么这种垃圾话？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心里却很开心，甚至一点都舍不得打这个混蛋。他压抑住自己害羞的神色，这次算你走运，下次再这样我不会放过你。随后便甩上门，脚步声也渐渐远离。确认他已经走远后，我才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果然跟我想的没错，龙纹一旦起反应，会让那头母龙的理智暂时降低一些，随便糊弄两句就信了。可我刚要坐下，胸口的龙纹却传来了一阵躁动。奇怪了，为什么一想到他的脸，我的心就跳得这么快？我连忙猛击自己的太阳穴。卡斯摩德，你最好给我清醒点，不要想一些有的没的。你可是人类最强的屠龙者，这辈子和龙族只能是不死不休的关系。那两个孩子还在等着我呢，再不回去可得露馅了。殊不知今天的我是爽了，而接下来的便是这该死的母龙更加残忍的报复。在成为银龙女王的阶下囚后，平时帮她带孩子也就算了，如今怎么还要做她的洗脚奴？可身为帝国最强屠龙勇者的我，怎会乖乖服软？猪蹄、牛蹄、羊蹄我都吃过了，今天我就要尝尝这龙蹄味道如何。原来在我的一番花言巧语下，高贵的银龙女王居然丧失了理智。为什么她要说出想我这么恶心的话？虽然她已经200多岁了，但依旧是一条没有任何恋爱经验的母龙，那么多的追求者她都没正眼瞧过，可这个男人的每一句话都让她分外在意。刘小烟红着脸离开了阳台，这次算你走运，下次再这样我可不会放过你。很快时间来到深夜，拜访完妹妹的红龙女王也准备打道回府，她有些调侃似的说道，真遗憾啊，没能见到我的亲妹夫呢，毕竟她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公龙才能让她这傲娇妹妹亲手刻上龙纹。然而刘小烟说什么也不敢让姐姐发现莱昂的存在，只得不断挥手掩饰自己的尴尬。姐，你要是再不回家的话，天都要亮了。闻言的红龙女王也不再强求，只是表示下次一定要让他见见妹夫。说罢便带着几名红龙侍卫离开了银龙圣殿，而刘小烟的脸色却是瞬间垮了下去。这个混蛋人类居然敢让他在姐姐面前出丑，等着吧屠龙者，今晚我一定要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让你明白什么才是银龙族的复仇。与此同时的我猛打了一个喷嚏，怎么感觉好像有人在骂我？说实话，这本幼龙故事大全看得我脑子都有点发晕，怎么全是什么龙族如何战胜人类的小说？好在我倒是成功的把这2个小慢波哄睡着了。在这个抽象的家庭里当爸爸还真是累啊，哪有男人带孩子的道理？话虽这么说，我还是给小龙娘盖上了被子，毕竟是自己亲生的，可不能冻感冒啊。随着我小心翼翼地退出了婴儿房，一只白嫩的小手却拦住了我的去路。我心里暗叫不妙，这母龙的脾气咋跟6月的天似的，说变就变？他一脸不悦地看着我，想去哪呢？莱昂，我开始转移话题，孩子们孩子里面睡觉呢，小声点。可他的瞳孔却再次变成了倒数的模样。孩子的事先放一边，我们今天是不是还有事情没做完啊？不要啊，女王陛下。可他根本没给我反驳的机会，揪着我的衣领就给我拖了出去。眼前正是他的房间，刘小烟将头顶的银冠摘下，随手放在了一旁。他搬了个椅子坐到了我面前，然后翘起长腿靠着椅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翘起腿时高跟鞋在他的玉足上摇摇欲坠，晃悠了2下，果然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他的声音充斥着女王的威严，给我去端盆热水来。我只好默默地站起身，去洗手间打了一盆热水端了回来。我实在摸不透他的想法，你到底想干嘛？今天走了一天累得很，帮我洗脚。我犹豫了一下，刘小烟，你这女人怎么一点道理都不讲啊？想用这种方式来羞辱我吗？刘小烟冷哼了一声，你敢跟女人讲道理？更何况我又不是女人，我是龙，少废话，叫你做就做，这是对你今天所作所为的惩罚。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奖励的话，那你就去床上躺着吧，我奖励你的方式还有很多呢。虽然心里100个不乐意，但我也只能忍着恶心给他脱掉了袜子。我堂堂屠龙勇者，如今居然沦落成了这母龙的洗脚奴。天杀的母龙，不知道他这双脚底下到底踩过多少人类的尸体。一股愤恨涌上我的心头，这股举动倒是让刘小烟有些疑惑，这家伙怎么一直盯着他的脚看？难道是有什么恶心的癖好？该死，本来还想惩罚他的，这回怎么好像变成奖励了？
而我则是趁他不备，将他的脚一把按进了桶里。要知道我可是故意接的开水，这回必须扳回一局。刘小嫣脚尖吃痛，本能的启动了火抗魔法，随后他更是一脚飞出，精准无误的踢在了我的脸上，毫无防备的我直接脑瓜着地，差点就原地睡觉了。而刘小嫣也终于反应过来，这一切都是我搞的鬼，她一脚踩在我的胸膛上，真是烦了你了，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报复我，我看你是相思了吧？谁叫你让一个屠龙者帮你洗脚呢？我刚想讥讽几句，可他的脸却慢慢的变红了，看来你还是没长记性啊。他开始加大踩着我身体的力道，脚尖也逐渐下滑。人类的英雄啊，你也没想过有一天会被一条龙踩在脚下吧？快住手，你这个母龙！我一把抓住他细弱无骨的脚踝。龙族的脚不同于人类，他们的脚类似于爪子一般灵活，所以这种折磨几乎让我痛苦难耐。然而他却是一把用龙尾甩开了我的手。所以你现在是什么感受？他居高临下的看着我，就好似审视一只蝼蚁。我让你说话，哑巴了！我痛得闷哼一声，可依旧闭口不言。这么有骨气的话，那你就继续忍耐吧。我越想越气，催动身上仅剩的蓝条挣脱了刘小嫣的束缚。看着这只纤细的小脚，我也想到了报复他的办法。猪蹄、牛蹄、羊蹄我都吃过，这辈子唯独还没吃过龙蹄呢。而刘小嫣则是瞬间慌了神，下意识地缩了缩脚。哎，你干什么？这家伙难道真有什么癖好不成？多变态呀，混蛋！而我则是用尽全力一口咬了下去。今晚加餐生吃龙爪，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嘎嘣脆。圣殿里传来银龙女王忍着剧痛的怒吼：莱昂卡斯摩德，我特喵一定要杀了你！时间到了第二天清晨，两只小龙娘刚起床就看到了奇怪的爸爸妈妈。小穆恩看了看刘小嫣脚上的绷带，母亲大人，为什么你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的？随后他又把目光投向一旁被打得半死的我。爸爸，为什么你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和刘小嫣异口同声地说没什么。眼见现场的气氛很尴尬，他只好动用自己的小脑袋瓜开始思考。终于他想到了什么，激动地挥起手来。你们一定是瞒着穆恩做了什么好玩的游戏吧？爸爸妈妈穆恩也要加入，而一旁的诺亚则是一脸无语。这蠢妹妹真是没救了，大人的事情是咱们这种小孩子能参与的。可我却发现今天的刘小嫣好像有些不对劲，她居然让我陪她去散散步。按理来说她那高傲的性子咋可能这么主动？难道又在打什么馊主意？被囚禁在龙殿已经好几个月了，难得呼吸下新鲜空气的我欣然答应。刘小嫣全程没有正眼瞧过我，只是自顾自地朝前走着。难道这家伙又要换着点子戏耍我？殿外的银龙族人们见到这一幕，都不自觉地向他们投去惊讶的目光。如果没记错，这应该是陛下和她丈夫第一次同频出现吧？他们当初就连结婚都是隐婚，没有通知任何人。反正陛下是这么说的。陛下还说，这位雄性龙王是个很优秀的结婚对象，不抽烟不喝酒不乱搞，就是怎么感觉女王陛下跟亲王好像不太熟的样子？哪有夫妻散步的时候分得这么开的？与此同时的我和刘小嫣互相斜了对方一眼，我和她确实是各走各的，两人中间的距离甚至能容得下一头半成年的巨龙。几只吃瓜龙钻进了一旁的草丛里，我的身体素质现在虽然还没有完全恢复，然而周遭的窃窃私语还是传入了我的耳朵里。以这头母龙的本事，应该也察觉到了他那些子民的议论吧？不过回想起一早他高傲的态度，什么在外人面前维系一个虚假家庭和睦的表象也是你该做的这种话，我倒是完全不担心了，反正丢的也是你的龙脸。我继续双手抄在口袋里，喂笨蛋！只见洛斯威瑟依旧目视前方，脚步仍然迈得缓慢而有节奏。我们稍微离得近一些吧。我愣了一下，他今天怎么有些不对劲？那银色的龙瞳中不再是往日的冰冷与高高在上的淡漠，反倒有了一丝温柔。与此同时的小树丛里，两只小龙娘正偷看着这对冤种夫妇的约会。小穆恩忍不住吐槽：爸爸怎么这么笨，怎么连牵手都不会？没有理会姐姐的阻挠，小穆恩直接一个弹射起步朝花园中心冲去。爸爸，母亲大人！熟悉的童声出现在前方，二人抬眸看去，小龙娘正跑在小道中间，双手掐着腰，头顶的呆毛随着微风轻轻晃动，身后的小尾巴也高兴的一摇一摇的。穆恩你怎么来了？我正疑惑发问，小穆恩却钻进了两人中间的空隙，一左一右的抓住了我和刘小嫣的手，随后又用力的按在一起，暂不要一起牵手手走才对了。我与刘小嫣互相触碰到彼此的指尖时，仿佛有一股电流顺着手指瞬间流遍了我们的全身。屠龙者的手饱经风霜遍布痕伤，银龙女王的手细若无骨白皙修长，但共同的一点是，他们的指尖在此刻都有些微微发凉，这是因为太过紧张的缘故。穆恩握着两人的手背，直到确认他们真的牵起了彼此的手，才满意的将自己的手拿开。好了，爸爸和母亲大人要一直这样牵着手走下去了。穆恩去找姐姐玩了，看着他飞速跑远，我内心有些无语，龙族都这么早熟的吗？这小孩子到底从哪学的这些？反观刘小嫣的脸色却是迅速潮红，她活了200年，别说是牵别人的手，就连刚刚跟莱昂凑的那么近，都是她鼓起勇气的第一次。她其实很讨厌被异性近身，任何公龙出现在她身边3米以内，要么是一具尸体，要么是即将成为一具尸体。我虽然也有点难崩，但还是没她思绪那么复杂。我刚想趁孩子走远抽回手，她却莫名的把牵着我的手紧了紧。喂，莱昂，就这么牵着吧，反正也不碍事，免得别人说闲话。与此同时的诺亚一把捏住妹妹脸上的婴儿肥，你果然是故意的。穆恩错了，穆恩以后不敢了。姐姐你松手。我吞了下口水，瞄了2眼刘小嫣，回想起刚刚她温声细语跟自己商量要不要离得更近一些的语气，再看看此时此刻这般如少女般羞涩的模样，我实在没忍住问道：你今天好像格外的温顺。对于一头母龙，我最多也就是在心里胡思乱想的时候能用到温柔这个词，等真正说出口了，还得是温顺更贴切一些，有吗？她瞳孔微动，像是在盘算着什么。原来你喜欢温柔的女人吗？她小声嘀咕了一句，像是责备，又像是赌气，但这样的神情在她
他的脸上转瞬即逝，他很快板起了那张脸蛋，恢复到了平时严肃冷漠的样子。看来你已经被我驯服了，屠龙者，现在好好跟你相处，你反倒是不适应了。舒服了，还得是这个熟悉的味儿。我也端起架子，准备跟刘小烟拌拌嘴。可什么适应不适应？虎落平阳被犬欺罢了。刘小烟挑眉，不由得捏紧了一下莱昂的手。错了，应该是虎落平阳被龙骑。他故意拖长了尾音。我呸了一句，话说穆恩和诺亚他们在你面前都是叫你母亲，按照正常的叫法，爸爸总是跟妈妈配套使用。穆恩一直叫我爸爸，却叫你母亲，不显得他们跟你疏远一些吗？不如试试让他们把对你的称呼换成妈妈，我打赌他们肯定会比现在更亲近。明明是一家人，为什么要搞得这么相敬如宾呢？听到这句话的刘小烟瞪大了眼睛，精致的脸蛋也像是爬上了一层火烧云一样红透，我甚至能感到她的掌心出了一层薄薄的汗，将那份肌肤之亲的触感变得更加吸引。我知道了，下次试试。他突然一拉我的手向前跑去，你走这么快干嘛？喂，莱昂，你有没有想家？干嘛突然问这个？反正你也不会放我回去吧？他并没有放缓脚步，而是继续拉着我朝着后山的方向跑去。我不能让你回家，但有件东西应该可以稍微缓解一下你的思乡之情。2分半后，我面前赫然是一扇高耸威严的铁门，周围没有标牌，没有守卫，只有一座森严冰冷的建筑。这是什么地方？我满脸疑惑。我没有给它起名字，你可以叫它仓库、杂物间或者女王的宝库，什么都无所谓。刘小烟一边说一边抬手，随着古朴的钥匙转动声，铁门缓缓向内打开，里面很空旷，遍布的灰尘意味着这里已经很久没开启过。几排整齐的陈列架赫然出现在我面前，我微微惊叹，张了张嘴巴。这些都是你收藏的吗？对我有意义的东西，我都会存放在这里。他继续领着我朝里走着，我兴冲冲地跑到一处陈列架前，仔细端详着一枚做工精致的手镯。这要是放在帝国，起码能卖个几十万金币。那是我成人礼时祖母送我的手镯。刘小烟解释着，我扭头看了他一眼，除了你姐姐，我都没怎么听你说过其他家人。他的眼神突然暗淡下来。我没见过我的父亲和母亲，我和我姐是祖母带大的，感觉自己好像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我急忙安慰道，那跟我差不多，我在孤儿院长大的，没见过我爸妈，是师傅和师娘收养了我。不过话说回来，你带我来这里到底想给我看什么？不等我问出自己的疑惑，刘小烟便踮起脚尖从陈列架的上面取下一个箱子，她轻轻吹了吹上面的积灰，缓缓打开。而当我看清里面装的东西时，整个人都惊讶到说不出话。那正是阔别了2年半之久的铠甲黑金战车，它是由帝国最顶尖的工匠打造的盔甲，曾经陪伴我南征北战，无数次为我挡下致命的伤害。我不是在做梦吧？你真的要把它还给我？然而我没有注意到的是，刘小烟悄悄关上了藏品室的铁门，肩前的温柔优雅端庄全都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只有她邪魅的笑容。也就在我手指触碰到战甲的瞬间，那之上竟然开始慢慢浮现出龙纹的图案。我乐个擦擦，我的好兄弟，怎么连你也堕落？难道你也变成那只邪恶母龙的形状了吗？这头母龙所散发出的气场完全变了，它咧咧嘴角露出一个略微病态的笑容，一步一步地靠近男人，而我只觉得胸口发烫。龙纹的反应比平时更加强烈，它缓缓蹲下身，用尾尖轻轻勾起我的下巴，2个龙纹，双倍的体验啊！我亲爱的屠龙者，你能承受得住吗？你该不会以为3天前的事情我一点都不记仇吧？我这一整天下来都在跟你装一个乖乖女，没想到你竟然真的上当。他拉开领口，释放出耀眼光芒的龙纹。3天前你是怎么跟我说的？哦，说我喜欢征服，那我现在就征服给你看。准备好了吗，我亲爱的丈夫？放开我，你这条丑龙！我发誓你会后悔的。可他却像完全没听到一般，用尾巴把我甩在地上。俘虏就要有俘虏的样子才对。他迈开长腿骑在了我的盔甲上。你该不会以为3天前的事情我一点都不记仇吧？我这一整天下来都在跟你装一个乖乖女，没想到你竟然真的上当了。他有些兴奋地甩着龙尾，倒竖着的龙瞳里跳荡着粉色的光。怎么样，我的演技还不错吧，人类？没想到我们伟大的屠龙者，人类的希望这么经不起诱惑呢，被我们龙族欺骗的感觉怎么样？说话呀，哑巴了！我听得有些恼怒。你今天跟我说的那些话都是假的，你跟我一样没见过父母，你会让穆恩诺亚叫你妈妈？还有和你牵手做龙骑士也不是第一次，我勉强可以忍受，但我没法忍受刘小烟如此欺骗我，甚至这一切伪装的目的都不过是为了羞辱我。刘小烟愣了愣，她用手指堵住了我的嘴巴。我那些都是真的，不过那也并不影响我现在要对你做的事来啊。她拉开领口，释放出早已光芒大作的龙纹。3天前你是怎么跟我说的？哦，说我喜欢征服，那我现在就征服给你看。准备好了吗，我亲爱的丈夫？双重龙纹带来的感觉同样也是双倍的。刘小烟光是用指尖轻轻划过我的肌肤就能达到夸张效果。我咬着下唇，眉头紧锁，双手紧握成拳，极力压制着自己的本能与冲动。可龙纹带来的那股电流却如洪水猛兽般冲刷着我摇摇欲坠的理智。银龙女王甚至不用怎么跟我进行前奏，就是那样居高临下的看着我，冲着我微笑，便能使我心中的那股火猛烈的燃烧起来。加倍的龙纹，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莱昂，你能告诉我吗？他笑着，笑容妩媚撩人，像是一只摄人心魄的妖精。龙族在兴奋时，脑子里只有2件事：毁灭与征服。除此以外，他们完全不会思考别的东西。他要慢慢的、一点点的摧残这个屠龙者的一切，他的忍耐，他的反抗，以及他那副明明很想放下理智，然后沉溺在女王的温柔乡，却因为屠龙者那可悲的高傲而苦苦坚守底线的模样。对于刘小烟来说，都是复仇的战利品。我终究还是败在了龙族的爪下。由于这里是远离圣殿的后山，周围一个人都没有，这更使得刘小烟可以尽情释放龙族的野性。莱昂，莱昂，莱昂！龙纹同样冲刷着刘小烟的理智，他甚至已经开始不自觉地呼喊起我的名字。可在龙纹的 buff 下，他的各项战斗数值都达到了顶峰，而我的视线变得愈发模糊，呼吸也沉重起来。在彻底被龙纹吞噬掉意识前，我看到的最后一幕是银龙女王动情温润的龙瞳。不知过了多久，我才悠悠转醒，4肢百还痛到发酸，稍稍一动骨节就咔咔作响，就像是被人打断了全身的骨头，然后
后又重新接了回去似的。发觉我苏醒了，这母龙竟然一点点朝我爬了过来，它用手掌和膝盖接触地面，尾巴随意的搭在身后，明明已经被我看到了，却还是装着小心翼翼的样子悄悄向我靠近，就像一只谨慎又调皮的猫猫。我抿了抿嘴唇，缩缩身子，你干嘛？它一手撑在我的大腿上，一手轻轻勾起我的下巴，鼻尖离得很近，就像刚才决斗时我们差点吻上彼此那样近。比起2年前脸上的伤疤倒是淡了一些，但添了几分憔悴和沧桑，更有成熟男人的味道呢。我飞速缩到一边，呸，又想玩弄我，我不会再中计了。二人之间的气氛很微妙，他整理起自己凌乱的衣衫，没想到你变聪明了呀，莱昂。他的眼神里也露出一丝疲惫，声音有些沙哑，应该是刚刚太过投入，嗓子都喊哑了。我看着他疲倦的模样，察觉到他的情绪似乎也有些低落。通过几次的接触，我已经发现了这点，不过仔细想想，这倒也是正常的，因为在通过这种方式羞辱我的同时，他也在摧残着自己的底线和内心。复仇的爽感只存在于当时而不在事后。不过我也没有主动去询问或是关心刘小嫣，反正过几分钟他就好了，就又会变回那个高冷腹黑的银龙女王了。他看着我默不作声的样子，突然转头莞尔一笑，你这身体可是大不如前了呀。不是，你说什么？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愣在原地。不是哥们，你给自己加一堆 buff 也就算了，怎么事到如今还要补上这么一句嘲讽的话呀？时间到了第二天清晨，我侧目看向窗口，淡淡的月光洒落进来，蝉鸣阵阵连续不断，真希望昨天的一切只是一场梦啊。我疲惫不堪地打开了房门，你这身体可是大不如前了，那句带着质疑的话让我彻夜未眠。本以为是穆恩，可门外的竟然是刘小嫣和诺亚倔驴和他的倔驴女儿，他上来就给我补刀，看来你昨晚没睡好啊。我气得咬牙切齿，还不是拜你所赐。一旁的小诺亚看着正在拌嘴的两人，静静的在一旁没有说话。诺亚前几天不是说要去圣西斯学院的幼龙部上学吗？学院有很严格的入学测试，我希望在这1个月里你能辅导一下诺亚的文化知识。刘小嫣垂眸，装着不经意的看向我的裤子，随后意味深长的说道，毕竟你暂时也只能在其他领域发挥价值了。犀利的话语就像是刀子，狠狠插在了我脆弱的心脏上。可恶，这个仇我记下了，昨天只是状态不好，懂不懂？我一定让诺亚通过测试的。但同样的，我想借此跟你换取一些等价的东西。刘小嫣挑眉，你是在跟我讨价还价吗？但他还是在短暂的思考后做出了让步，答应你也没问题，不过你的要求不能太过分，好，一言为定。表面上这么说着，我内心却是筹备起了下一次的复仇计划。以后有你好看的臭母龙，那你们好好学习，我走了。说着，刘小嫣转身向着走廊一侧走去，我也打算关上门，可还没等我把门全关上，就听刘小嫣在不远处又补上了一刀。哦，对了，我亲爱的丈夫，别太累哦。他故作关切的模样，说完后又把手抬到脸庞，小幅度的动着手指，意思是在跟我挥手告别。母龙，你有完没完？我气愤的甩上门。诺亚突然探出脑袋，你为什么要跟妈妈吵架？没有，日常交流而已。哎，等一下，你刚刚叫她什么？妈妈呀！小诺亚不解的看着男人，我眼前一亮，兴奋的走了过去，蹲在诺亚面前。是他让你改口这么叫的吗？今早的时候无意间聊起这个，妈妈就让我改口。好家伙，昨天跟刘小嫣提起的这件事，他今早就尝试让诺亚改口了。母龙腹黑了点，但行动效率还是有的嘛。惊喜之余，我又问，那你是觉得之前的叫法更好呢，还是现在的叫法更好？诺亚把目光斜向一边，很不情愿的回答，现在的。织女莫若父，看到没有母龙，这就是一位父亲天生的直觉。诺亚怔怔地看着忽然莫名其妙变得开心的莱昂，然后嫌弃地呸了一句，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我收敛了一下激动的心情，等待女仆会把教材书籍送上来。原来在承诺会帮小诺亚通过入学测试后，我便一个人在儿童书房待到了深夜。学习就像治病，只有对症下药才好得快。就在我头疼什么样的教学方式才能完美适配诺亚那超强的学习能力时，门锁忽然响动，来人正是银龙女王。耳旁传来她调侃的声音，有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呢？我并不打算给这条臭母龙好脸色看，只是冷冷地嗯了一声，表示诺亚学习领悟能力强，简单的教学不适合他，现在只能熬夜给他整理下教案，还得谢谢你把我们的女儿生得这么聪明，我有自信能在1个月之内让她通过测试。刘小嫣漫步走到了床边坐了下去，她翘起长腿，一手撑着身子，一手放在膝盖上，慵懒中还透着一股淡淡的疲惫感。她高傲地嗤笑一声，诺亚随我的？那可不一定。我当即反驳，我之前可是以每年笔试和实战双第1的成绩毕业的屠龙天才，学校里所有最高等级的奖学金都是我拿的。随即我看向刘小嫣的眼睛，一字一顿地问，那么女王陛下你呢？你什么冠军？刘小嫣被这家伙呛得哑口无言，委实说她真的没有料到莱昂居然是个学霸，她一直都以为他是个只会打打杀杀的莽夫呢。不过他也是绝不会当面夸奖莱昂的。面对质问，他淡淡回道，这么厉害呀？那怎么还成了我的俘虏？超破防了！可恶，我就输了那一次，还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虎落平阳被龙欺。而他却笑着嘲讽，你这哪是被龙欺，分明就是被龙骑啊！就在这时，桌上的辣椒引起了刘小嫣的注意，你拿这个做什么？为了不暴露我研制对付他的药材计划，我连忙解释这是我从厨房拿来提审的，随后更是一口咬了下去，跟师傅种的辣椒没什么区别吗？刘小嫣吃惊的瞪大眼睛，等下这是龙族的黄辣椒，你一个人类吃了怕不是药？他的话还没说完，我瞬间红温，我勒个擦擦，这是什么勾巴辣椒？你们龙族都是吃辣椒长大的吗？随后我更是疯狂的在房里找水，这辣度根本不是人类能承受的。可让我没想到的是，一股淡淡的幽香从我面前飘来，趁我没反应过来，他一把捂住我的脸颊，他的指尖传来炽热的触感，离近了看，这男人整个脸颊和嘴唇都红红的，眼角也残存着泪水的痕迹，居然不由得让他有点心疼。我被他这突然的举动吓了一跳，和他面对面这么近贴着，两人呼出的热气几乎都要喷到对方脸上，察觉到有些尴尬的气氛，银龙女王略带羞涩的别过头，那个我的比较凉快，会让你
比较舒服。虽然我还想嘴硬，但身体却诚实起来，毕竟他这么温柔的样子实在让我没法碎嘴。他的细腻的小手冰冰凉凉的，触碰到我滚烫的脸颊是很舒服，不像冰块那样凛冽刺激，是一种很柔和的凉爽。就这样享受了大概2分半后，女王收回了手，两人之间的状态非常尴尬。她扭过头却不敢看我，也不知道她到底在想什么。不过很快刘小烟又回归了她高傲的态度，早点休息，别吃太多辣椒，嘴巴辣坏了你可就得用手语给诺亚讲课。说罢，她踩着高跟鞋慢悠悠地离开了卧室。我抿了抿发麻的嘴唇，心里其实挺喜欢被她摸脸的，倒不是我有什么奇怪的癖好，只是那种感觉真的很舒服。只可惜我也不能主动提这个要求，说让她多摸摸我的脸，光是想想就有点变态。不行，清醒点来啊！她可是把你骗到小角落疯狂压榨，最后还说你体力不行的邪恶母人啊！我绝不能就这么屈服。随后我便翻阅起了龙族的药，我得尽快恢复我的实力才行。毕竟刘小烟那句你的身体大不如前了呢，已经成为我的梦魇了。最终我在最后一本书的某一篇章中找到了一个看起来符合我要求的药物，只不过这个药的药名属实有些离谱。龙大力，我倒吸一口凉气，怎么比刚才那个护龙肾宝还抽象啊？不会也是什么补阳药吧？幸好药物效果的介绍中只提到龙大力是一种高效的阳体药物，跟补阳完全没关系的。虽然好像挺难炼制，不过对于我这种天才炼药师应该没什么问题。第二天清晨，我改好了诺亚刚刚做的测试题，满分100，你猜猜你得了多少呢？小诺亚有点担忧的回答：50吗？比你预计的还要高一些哦。我开心的拿出一张写着62分的测试卷，但看着小诺亚气呼呼的捏紧小拳拳的模样，显然是对这个分数不满意。我也意识到这孩子看来是对自己要求比较高，本该像穆恩那样无忧无虑玩耍的年纪，他却主动提出要进入学校学习。虽然学的是揍他这个老父亲的本领，但抛开这个事实不谈，大女儿确实是太优秀。想到这，我便宠溺的摸了摸她的头，你第一次就拿到62分已经很厉害。面对我突然的摸头杀，一向高冷的小诺亚瞬间红了脸，害羞的说了一句谢谢。可当我正要给他辅导接下来的课题时，一股升腾的刺激感传来，我抬手摸着自己的嗓子，隔着血肉都能感觉到明显的不适感。看来是昨天那该死的辣椒，搞得我现在都没缓过来。早知道就不在那坏女人面前逞能了。看到这一幕的小诺亚想起了早上妈妈的话，你爸爸昨晚好像在熬夜给你制定什么学习计划。虽然他平时看着不怎么靠谱，但不可否认他确实是个学霸来着。随即小诺亚伸手在裤兜里摸索了起来，他将一盒龙喉宝递给了我，这个给你。我一愣，有些不可思议，送我的吗？他摇摇头，是妈妈送你。不是我，再早熟的小孩子也藏不住什么心事。其实诺亚在说完是妈妈送的这句之后，没必要再补充上不是我，这样说反倒有些欲盖弥彰的意味。但我也没有戳破他，只是接过润喉糖，帮我跟你妈妈说声谢谢啊。这孩子跟刘小烟一样，表面上冷冰冰，实际只是不擅长表达自己的善意。不过话虽然这么说，等我通过龙大力恢复了实力，一定得让那坏母龙好看。这次主动权必须得回到我手里。原来在我被银龙女王嘲讽身体大不如前后，我最大的愿望就从逃离龙堡变成了向这头臭母龙证明自己。毕竟自己不行的这事传出去了，怕是要被人唠一辈子。而这款龙大力刚好满足我的需求，就算不能血洗当年的胯下之辱，好歹也能让这母龙长长记性，让他知道我们人类的雄性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于是第二天我就让龙族女仆拿来了些许药材。虽说刘小烟并不会干涉我在龙堡内的自由，但保险起见，我还是特地让他们多拿了一些无关药材，这样就不会让他们猜出我要做什么。配置龙大力所需要的药材很常见，看起来炼制的步骤也不会太复杂。但为什么上面说就算是龙族最出色的药师，成功配出龙大力的几率也很低？先是将2种药材混合捣碎，这是最基础的一步，然后是将某种药材烧至焦糊，取其粉末放入瓶中备用，再把这几种药材按顺序放进锅里熬制。可我按照龙族药典上的方法做了好几遍，每次都在最后一步药物提纯分离的步骤失败了。书上写的高温分离法，温度过高会导致药物失火，温度过低则无法淬炼出纯净的药物。物理分离更是需要用到专业的仪器，我试着用手晃了半个小时，手都要晃掉了，也没见有什么分离的现象。就在我犯愁之际，远方的乌云越来越近，压抑的气氛也随之而来。窗外忽然传来一阵强光，约莫3-4秒钟后是一声炸裂的巨响。我微微侧过头看向远方那道刺破乌云和天际的闪电。对啊，书是死的，人是活的。记得炼金课上老师曾经说过，电解杂质有时候会比火烤成功率更高。为何我不试试用人类的方法来炼制这龙族丹药？而我最擅长的魔法就是雷魔法，虽然身体虚弱，蓝量不多，但使用这种小型雷魔法还是不在话下。说干就干，我一手提着试管，一手放在试管底部周围，掌心渐渐闪烁起淡蓝色的光芒。虽然雷元素魔法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用于进攻的，但只要控制好强度和使用范围，还是能做一些精细。也正如我所料，半小时后，一块色泽通亮、外表类似于巧克力糖的龙大力便做好。我反复比对了药书中的图鉴，成了。以最低的成本，在最简陋的炼药环境中，我靠着堪比草台班子的制作工艺，成功炼制出了这颗小药丸。然而下一刻，我的桌子下突然蹦出了一条摇晃的小尾巴，稚嫩的声音传入我的耳膜：“爸爸，你在做什么？”我被突如其来的穆恩吓了一大跳，连忙把药丸藏在身后。这小丫头什么时候来的？穆恩吸了吸鼻子：“爸爸，你屋子里怎么有一股药味？”我当场无语，不是你们龙族的鼻子都这么灵的？他顺着味道来到了抽屉前，然后直接将其拉开。爸爸，这是什么？是巧克力糖吗？我的大脑飞速运转，编着听起来可能比较合理的理由：“这是我给妈妈做的药。”穆恩一愣，立马收起玩心担忧地问：“给妈妈的药？妈妈怎么了？生病了吗？”我只好连哄带骗：“没，妈妈没有生病，只是最近有些不太舒服，可能是太过操劳了，所以爸爸给她配了这个药，让她养养身体。晚上我就把这个药拿去给她。”穆恩似懂非懂的点点头：“那爸爸你一定要照顾好妈妈。”当然了，这是爸爸应该做的。我把拳头捏得紧紧，要不是怕穆恩告诉刘小烟，我也不至于说这种违心的鬼话。等我身体恢复了，一定要让那臭母龙好看。很快到了深夜，雨越下越大，我躺在床头，一手枕在脑后，一手将装着龙大力的小透明盒抛起又接住。虽然要炼成了，但是我还有些顾虑。龙族大部分特有的食物都是
人类的身体机能无法承受，这药丸吃下去不会要了我的小命吧？然而就在我纠结之际，便听有人推门而入，我闭着眼睛将龙大力藏到了枕头下面，不用去看就知道是谁来了。女王陛下今天气色怎么这么好？刘小嫣坐到床边，今晚你倒是主动跟我打招呼呀。我从穆恩那里听说，以为我做了一种特别像巧克力糖的药，用来调理我的身体的。我立马收起玩世不恭的态度，直起身来，神情严肃。都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我这小棉袄是要把亲爹往死里坑啊！别紧张，我不是来质问你什么的，只是很惊讶你能在这么简陋的环境下炼制出那么稀有的药，我自己也从来没见过那种药，能给我看一看吗？刘小嫣面带微笑，语气真诚，是真的抱着商量的态度来交流。其实她本可以在知道了龙大力的事情后，用暴力的手段从我手里将其抢走，毕竟这里是人家银龙女王的地盘，可她还是温声细语的跟我商量。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将枕头下面的龙大力拿了出来。刘小嫣将其接过，放在手心里仔细观察，不错，能在这种条件下炼制出成色如此完美的药丸，你果然很厉害来啊！他笑了笑，又打趣道：“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文武双全。”我愣了下，他居然没笑我，便对他这毫不吝啬的夸赞，我一时间还有些不太适应。这母龙平时都是想尽办法揶揄自己、讥讽自己的，但见到这货真价实的龙大力后，居然承认了我的才能，不得不说，我心里自然是有些美的冒泡。而刘小嫣看着莱昂沾沾自喜的样子，心中暗想：果然啊，打捏你个小笨蛋的心理简直太容易了，随便夸几句就要找不着北了。当然了，他刚才的夸赞也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从小就被灌输强者为尊的理念的他，当然会承认一个人的能力。刘小嫣话锋一转：不过这药你不能吃，或者说它不适合你。我挑眉问道：为什么？它作为龙族的补体药物，对于人类的躯体来说，它的药效太过猛烈，你承受不住。刘小嫣的语气颇为严肃：我是好心提醒你，如果你想尽快恢复身体的机能，我可以让安娜他们给你配置其他类型的营养剂。虽然好心提醒一个宿敌这件事听起来有些诡异，不过好心归好心，刘小嫣还是忽略了一件事：莱昂作为一个屠龙者，怎么能轻易在一条龙面前认输？龙的力量又如何？我已经打败过无数条龙王了，一个小小的药丸又有什么承受不了的？不要小瞧我呀，陛下！刘小嫣微微瞪大了眼睛：你要干嘛？而我则是毫不犹豫地吞下药丸，随后朝着他露出一抹讥讽的笑容：你对我承诺过，你不会让我死的，对吧？刘小嫣来不及阻止：你小子疯了吗？药丸顺着食道滑入胃中，沉寂2秒，我当时感到胃中一阵灼热。不是哥们，这劲怎么这么大？我肚子半跪下去，那股灼热感瞬间流遍了全身，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我体内横冲直撞，像是要把浑身的血管骨骼全都撞个粉碎一样。看着男人咬牙忍痛一声不吭，他赶紧跑到莱昂的身边，半蹲下来将手搭在他的肩膀上，顷刻间一股温润的魔法能量从他的掌中流入莱昂体内，试着帮他分解药丸所带来的强大的效力。这是银龙女王第一次使用治愈类型的魔法，而且还是帮着自己的宿敌使用。刘小嫣眉头微皱，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不那么颤抖：莱昂，你个混蛋！他轻轻晃了晃莱昂的肩膀，可这家伙闭着眼睛，表情看起来十分痛苦。他知道莱昂从苏醒开始就一直有些自毁倾向，若不是女儿们还陪伴他，估计他早就想尽办法结束掉自己的生命。你真是个疯子，本王还没允许你去死！嘴上如此说着，可刘小嫣还是扶着他的肩膀，尽可能的给他提供一个依靠，同时也用他自己的魔法能量帮他分解体内那股蛮横力量。可没想到男人的气息却彻底萎靡了下去，刘小嫣彻底慌了，她不知不觉抱紧了莱昂，朝着门外的方向大喊：传太医，给本王传太医过来！原来我为了向刘小嫣证明我也是一个勇猛的男人，便直接吞下了龙族补药龙大力。可没想到这药丸的药效实在过于猛烈，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我体内横冲直撞，仿佛要把全身骨骼都撞个粉碎。但我并不想在刘小嫣面前表露出懦弱，看好了银龙女王，这就是人类的勇气和决心。我启动了自身的雷元素魔法，使之与龙大力的能量进行对撞，这无疑是一种与自杀无异的赌博。刘小嫣瞳孔震动：你在对你自己的身体用雷魔法吗？你真的是个疯子！莱昂嘴上如此说着，可他还是蹲回到了莱昂身边，扶着他的肩膀，尽可能的给他提供一个依靠，同时也用他自己的魔法能量帮他分解体内那股蛮横力量。好在没过多久，莱昂停止了颤抖，身上雷魔法的电光也逐渐消散。刘小嫣见此一幕，也如释重负的舒了口气。不过他也并没有恭喜莱昂或是为他庆幸什么的，他擦掉额头上的汗珠，忽地发现他们此刻相拥的动作有些过于暧昧，于是便慌忙起身退开2步：你在这里休息一会，我去找医生过来。此时的我刚刚转醒，脑子还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一伸手就捏到了一个软乎乎的东西，而一旁的刘小嫣的脸色却迅速被红晕覆盖，自己的尾巴好像被什么人拽住了。他黑着脸回过头去，咬牙切齿地说：松手混蛋！只见莱昂一脸晕乎乎的笑了，目光涣散，脸色微红，像是喝大了又像是陷入了某种幻觉魔法。而在此刻的我眼中，刘小嫣已经不是那个高贵冷傲的银龙女王了，她就那么坐在自己身边，笑容甜美可爱，语气温柔似水，赫然就是跟我生活了多年的结发夫妻。而我接下来的发言则更是炸裂：你去哪老婆？刘小嫣嘴角微微抽搐：谁是你老婆？快给我松手！说着她试着从我手里抽回自己的尾巴，但我直接将她的尾巴一整个抱在了怀里。她腰间一软，不过也伸出手拽着自己的尾巴根部试图硬抢回来，可莱昂这货不知道抽的哪门子邪风，不仅抱住了她的尾巴，还用脸蹭来蹭去。差不多得了呀，混蛋，把尾巴还给我！见惯了莱昂平日强硬犟嘴的态度，倒还有些不太习惯现在的样子。这种行为应该叫什么？耍酒疯还是撒娇啊？不管了，总之把老娘的尾巴还回来啊！刘小嫣一边拽着自己的尾根，一边抬起脚顶在莱昂的胸口，以此为发力点，开始了跟莱昂的拔河比赛。老婆你怎么不理我？理你个蛋啊！龙大力应该只有强身健体的功效，不应该出现这种神志不清的症状啊！喂，难道是刚才的雷元素魔力改变了药物效果？刘小嫣这么想着，脸上悄然间荡开一圈红晕。不过她现在这个白痴样，暂时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吧？磕下了龙大力的莱昂，身体素质的确恢复得很快。刘小嫣光靠力气是没法把自己的尾巴拽回来。老婆，你回娘家2年，我都想死你了。刘小嫣
烟索性放弃了抵抗，相信我屠龙者，如果你以后的妻子真的回娘家2年，那么只有一种原因，你要当前夫了。老婆，你不要生我的气了好不好？我以后再也不弄脏你的裙子了。刘小烟挠挠鼻尖，尾巴就那么一直让他抱着，他暂时也不打算抢回来了。可莱昂还是有些不消停，老婆啊，行，我再怎么了说，他实在拗不过一个发癫的白痴，我想要个2胎老婆。莱昂神情严肃，滚蛋。不过就算嘴上嫌弃着，刘小烟脸上的那股红晕却更浓了，就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被莱昂用老婆称呼的时候，其实心里是有那么一点点开心的。1胎的2个你都没伺候好，还想要2胎省吧。然而男人依旧抱着尾巴在床上打滚，我就要2胎就要2胎，我们明天就生2胎好不好？刘小烟默默无脸，难道在这位伟大屠龙者的内心深处，真的有这样抽象的一面吗？为了不节外生枝，他只好开始迎合起来了。好，要2胎，我们不仅要2胎，3胎4胎也都要。那你还要跟我一起回老家？回，我们安顿好了就回去。好耶！银龙女王此刻内心1万个卧槽，这家伙撒娇的样子比平时还要烦人。或许在此时此刻，他并不是什么骁勇善战的帝国屠龙者，他只是一个想家的少年。老婆，你真棒不？眼见莱昂撅着嘴就要亲过来，刘小烟赶紧抬起手捂在了他的脸上，少趁机占便宜白痴。然而这个喵，他莱昂今天必须约出来。结果的一声，他一口亲在了刘小烟的尾巴上，不好意思没忍住揍。刘小烟俯下身，笨蛋你没事吧？老婆。莱昂的声音打断了刘小烟的思绪，他下意识地应了一句刚一回答完，他便愣了一下，自己怎么回应的这么自然了，就好像他真是莱昂老婆似的。他晃晃脑袋，在心里对自己说，不过是配合一个发癫笨蛋的演出罢了，我有点难受。莱昂露出一副难看的表情，就是浑身热热的，胸口痒痒的。刘小烟眼珠微动，下一秒他好像忽然意识到了什么，他拉开莱昂的领口，看向他胸口的龙纹。坏了，龙纹闪烁光芒愈发强烈，而莱昂刚刚所说的难受也开始出现在他的身上，他的胸口也如共鸣般浮现出一样的龙纹。帮我老婆，我好难受。说着莱昂又凑近了些，整个身子都贴紧了刘小烟，他试着捏住她的下巴然后索吻，可刘小烟现在仍然保存着些许理智，直接别过脑袋拨开莱昂的手。别这样莱昂，可是我真的好难受。老婆，你能帮我的对吗？毫无征兆的莱昂压着刘小烟的肩膀，将她按倒在床上。莱昂你个混蛋，你要干嘛？刘小烟试图挣脱，可此时的莱昂已经不是之前的状态，他浑身都是力气。只见莱昂将他的尾尖叼在嘴里，这样就能腾出双手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他撕开外衫，露出按捺不住的龙纹，这一次的龙纹出现了些许变化，除了淡淡的光芒外，上面还伴随着些许电光，那是雷元素吗？刘小烟微微瞪大了眼睛，随后又注意到了另一件事，他看着被莱昂叼在嘴里的尾尖，无奈地说道，我尾巴整天在地上拖着，你叼嘴里不嫌脏啊？可男人却叼着尾巴，嘴里含糊不清。老婆的尾巴香香的可干净了，那也不行。松嘴。刘小烟直接从莱昂的嘴里把自己的尾巴抽了回来，他不知道在龙纹的反应里掺杂雷元素会有什么具体的效果，但身体传来的直观感受就是对繁衍的渴望比之前每一次都更加强烈。他抓紧身下的床单，咬着下唇，尝试在2人的理智都湮灭之前做一下最后的反抗。不行莱昂，别这么做。然而莱昂只是抬起手，以食指封抵在刘小烟的唇上，仅是这一个噤声的动作就能看出他的状态与刚刚完全不同，那股玩世不恭的戏谑态度，还夹杂这些让人不敢拒绝的疯狂与凶厉。刘小烟，你今晚真美。男人声音暗哑，目光深沉。莱昂他想说点什么，但是发现话到嘴边却什么都说不出来，被这个男人用最不敬最冒犯的方式对待，他竟然没有一丝丝的愤怒，甚至恰恰相反，他还有一点期待。银发美人瞳孔颤动，眼波荡漾着迷离的情愫，其中还有少许的诧异与惊愕。看着莱昂这副样子，他只感觉自己脑子烧糊了。好吧，那仅限今晚。女王稍稍放松了紧绷的身体，红晕爬满了她精致的脸颊。窗外一声雷落，像是开战的哨声，屋内靡靡之音酣畅淋漓，屋外风雨大作，雷声滚滚，暴雨与雷电交织在一起，每一声惊雷都伴随着一次更强大的雨势，雨点狠狠拍在玻璃上，发出清脆的声响。狂风呼啸涌入缝隙，却变为暧昧香甜的热气。这是一场连绵不绝的雨，看起来到明天早上也不会停下。随着雷雨声渐停，我也从极度疲惫中醒来，温暖的阳光从窗外涌入，完全不见昨夜那场暴风雨的一点迹象。身下是柔软却凌乱的大床，准确的说应该用狼藉来形容。我抬手揉了揉生疼的太阳穴，可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抬手动作，都叫我的手臂关节发出咔咔的响声。我忍痛闷哼一声，接着尝试回忆昨晚的事情。记得那头母龙说我人类的身体承受不住龙族的药，我就一个上头把药磕了，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的记忆居然出现了断片。可就在此时，身后衣料摩擦肌肤的声音传来，我转头看去，刚好和刘小烟来了个四目相对。我乐个逗啊，你怎么在这？只见这位平时傲气万分的银龙女王正指着片羽的靠在我身边，我吓得明明嘴唇小心翼翼地发问，你是今早上刚来，还是昨天晚上压根就没走？没走。银发美人背对着我轻声说道，她银色的长发随意披在身后，睡裙的系带在她的香肩上摇摇欲坠，一身红色的印记格外显眼，就像被狗啃过的血一般。看她那副模样，我大概就知道这床为什么这么乱。话说你为啥还不走？想走也走不了啊。刘小烟慢悠悠地转过身，翘着美腿，单手托腮，慵懒地看着我。要知道昨晚可是某个人求我，顿时一些画面涌入我的脑海，好像我昨天确实做了什么禽兽不如的事情。刘小烟的话还在我耳边回荡，老婆我真的很难受，求你帮帮我好不好？亲爱的，就这一次，最后一次了吗？行了，不用再说了。我连忙出声打断，看着这臭母龙一个劲的装委屈，我实在是脑瓜子胀得不行。如果有来世，我绝对不会迈出成为龙骑士的这一步。我崩溃地举起双手，食指插进头发里，这回我是真的不干净了。我都没喊你喊什么。洛斯威瑟嫌弃的撇嘴，虽然大部分的证据我都已经洗干净了，但是他一脚踩在床上，撩起自己的裙摆，大腿上面也全都是狗牙印。他冷哼一声，又将自己的尾巴竖了起来，伸到了我面前，就连尾巴上也都是你咬的痕迹。我明明都告诉你尾巴拖地不干净了，你还咬。我甚至怀疑你对我的尾巴有什么奇怪的
怪的执念，这也太夸张了吧。不过这也到点醒了我，炼制龙大力本就是为了养好身体，然后给刘小烟一点颜色看看。虽然过程有点歪，想到此我调整了心态，颇有些得意的说道：“我承认昨晚做的有些过火了，没弄疼你吧？”我装着痛心疾首的模样，但态度陡然一转。那么现在的你也应该非常清楚我的身体好不好了吧？刘小烟抱着胳膊瞧着我那嚣张的样子，登时就看穿了我的心思。他眯起眼睛，放下胳膊靠到我面前，我顿感不妙，连忙收起笑容，准备溜溜球。可躲闪不及的我还是被他捏住了下巴，逼迫我抬起头看他的眼睛。那银色的龙瞳眼波流转，妩媚撩人。你昨晚的表现让我很满意，屠龙者，希望你以后能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哦。不是哥们，我特喵怎么成服务业了？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死局。我的防在刘小烟面前就好像是纸糊的一样，说破就破。毕竟宁可在鲜血淋漓的战场上与这头母龙大战300回合，也不愿意整天在他的卧室遭受他的精神攻击。刘小烟收起玩心，开始默默地收拾起一片狼藉的房间。韦师说他的家务能力也很顶，分分钟就把乱糟糟的房间大概收拾出了一个能看下去的样子。看着他手脚麻利的样子，我倒是有些好奇，身上那么多印子，昨晚肯定没有轻折腾，但是早上起来怎么跟个没事人似的？这就是龙族的续航能力吗？我以为他一个银龙女王是从不做这种家务活的。恍惚间，我好像在刘小烟的身上看见了师娘的影子。不多时，刘小烟终于闲了下来，她一下子坐到床上，尾巴不停地摆动，脸上居然出现了难得的红晕。对了，之前那个改称呼的赌约你赢了，想好提什么要求了吗？想好了，你能派人去帝国看看我的师傅师娘吗？我知道龙族会往人类的国家派卧底，你们还专门培养过这类族人对吧？刘小烟心思微动，这种潜入任务我们银龙族并不是很擅长，都是些善于伪装的龙族才会做的。不过如果只是探望你的师傅师娘倒是没问题的。我眼前一亮，真的吗？那谢谢你了。刘小烟哼笑一声，对宿敌说谢谢2个字确实挺难得哈。我只好干咳一声，别过眼睛，没有再说什么。时间很快到了下午，我在花园陪着穆恩学画画。穆恩察觉到自己老爹脸色不太对，爸爸你生病了吗？我连忙起身，没有啊，你为什么这么问？我都知道了，爸爸你别硬撑了，妈妈都告诉我了，昨天的那个药是爸爸自己吃的，这头该死的母龙喂你有没搞错？这种事情怎么能跟小孩子说呢？当爸爸的不要面子吗？穆恩知道爸爸是男人，男人不能说自己生病，可是爸爸你现在的脸色更差了，穆恩好担心你啊。爸爸还没好，是药效不够吗？还是药吃的太少了呀？小棉袄，再问下去就真的不礼貌了。爸爸你的嘴角怎么流血了？穆恩捏着我的衣袖，带着些许哭腔，爸爸，穆恩不能没有爸爸，爸爸你快好起来呀！呜呜，我赶紧伸手揉了揉穆恩的小脑袋，爸爸真的没事好着呢。我在心里暗叹，不愧是刘小烟生的，总感觉某些地方跟他很像，尤其在嘴下不留情这方面。我开始转移话题，今天爸爸给你做个新玩具怎么样？好耶，穆恩最喜欢玩具了。我在圣殿的储物间搜集了些零件和工具，有的可以直接装上，有的则需要用工具切割打磨或是别的较为精细复杂的2次操作。我做得很认真，穆恩在一旁看得也很认真。他原本已经觉得爸爸很帅了，但是不知为何，当爸爸上手操作这些复杂的零件时，齿轮在他手中拼接扣合，各种联动装置也是信手拈来。他那副仔细钻研的模样让他看上去更帅了。穆恩不太懂什么气质啊、魅力啊之类的东西，他就是觉得自己的老爸跟其他公龙比起来，帅了不止8条街。差不多了，我端向着手里的物件，这个小玩具叫魔方，可以随意拧动，你来试试看。穆恩试着拧动了几下，果然不同颜色的小方块错落开来，分别到了不同的位置。我以前在学校炼金机械课学过一些简单机械联动装置的原理，没想到今天带娃的时候用上了。难道我是天生带娃圣体？穆恩一边听着我的解释，一边研究起了手里的魔方。讲着讲着，我忽地抬起头，警惕地向四周张望。屠龙者对注视非常敏感，尤其是龙的注视。我本以为又是刘小烟在阳台偷看，可阳台上并没有那母龙的身影。我又悄悄观察着周围，很明显那个偷偷观察我们的目光来自身后。我仔细回忆了一下银龙圣殿的布局，现在所处位置的后方好像是练习场，而那也正是诺亚做体能训练的地方。想到此，我会心一笑，那孩子当然是不会主动凑上来加入我和穆恩了。还好我多拿了些材料，那就也给那孩子做一个吧。晚间姐妹房，回到房间的诺亚发觉妹妹已经熟睡，桌上只留了一张字条，一看就是爸爸写的，还有一只做好的魔方。呆子，我对这种小孩子玩的玩具一点兴趣都没有。嘴上这么说着，他却捏着魔方开始飞速转动起来，脸上也逐渐浮现出笑容。不过还是谢谢你，老爹。第2天一早，刚洗漱完的诺亚便发现妹妹有些奇怪的举动，姐姐最近有点奇怪，经常瞒着穆恩在床底箱子里藏东西。嘿嘿，今天趁姐姐不在，看看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吧。他发现里面是一块黑色的金属碎片，以及一张写有诺亚名字的纸张，好像都是跟爸爸有关的东西。穆恩明白了，其实姐姐对爸爸，不过他丝毫没注意到身后的杀气。2分半过后，小穆恩就被捆成了粽子。诺亚一脸傲娇地夺过盒子，下次再偷看就要揍你了。圣西斯学院是龙族中的贵族学院，对于招收的学生也有着严苛的标准，并且家庭也是考核标准力很重要的一部分。学院认为，不论是无性卵生还是夫妇正常胎生繁衍的幼崽，只有在一个和睦恩爱、崇尚龙族理念的家庭里，才能培育成合格的幼龙，而学院也只招收这样的学生。不过不太走运的是，我的家庭跟和睦恩爱这2个词完全不沾边。不沾边吗？不沾边也得装着沾边。刘小烟邪魅地捧起我的下巴，诺亚很看重这次的入学测试，而且你们也为此努力了1个月，所以不管如何，这个测试我们必须通过。我前几天已经用信龙预约好了一家照相馆拍全家福，收拾我们待会儿就去。我皱眉顿了顿，但听闻小女儿也有想出游的意思，倒也不好拒绝了。我们待会要去天空城，你自己准备吧。刘小烟交代完就离开了我的房间，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以前我就在人类的历史文献中看到过有关天空城的记载，千万年来无数勇者想要进入龙族的天空城一探究竟，但无一例外全都以失败告终。所以早在很多年前，人类和其他各个种族便都停止了对天空城的探索。韦氏说我心里还是有点小期待的。
因为我极有可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进入天空城的人类。很快，早餐过后，一家人到了圣殿前院。刘小烟张开背后的龙翼，包裹住全身，停顿少许。当龙翼再次张开时，一条威武的银色巨龙便出现在众人眼前。他先用嘴轻轻咬住诺亚的尾巴，将小龙娘放在了自己的后背上，然后又从我的怀里接过穆恩，放到了诺亚身边。可轮到我时，他又故意发难，并没有微微低下身来，只是给我一个足够上去的高度。我抬头看着这数米之高的巨龙，这要是以前，我3步2步就上去了，顺便用圣剑把龙的脖子也一起砍了。但奈何现在身体欠佳，别说上龙了，上床的时候都得悠着点。这家伙果然就是想看我出丑的样子。经历了数个时辰的飞行，一家终于到达了天空城的外围。刘小烟挑了个比较空阔的地方落了下来，我将穆恩缓缓抱下，没想到小棉袄却给我来了个灵魂拷问：爸爸，你刚才怎么不变龙啊？我想死的心都有了。乖女儿，屠龙爸爸倒是很在行，至于变龙就算了吧。冰山小龙娘也正看着我，她微微眯起眼睛，悠悠说道：你该不会是变不了吧，废物老爹。我吞了下口水，此子断不可留啊！没有办法的，我只能朝变回人形态的刘小烟投去求助的目光。她终于舍得伸出援手，爸爸的身体还没养好，暂时还不能变成巨龙形态，等他身体养好了就变给你们看。好哎，那爸爸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哦。我一边点头一边舒了口气，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两人一人抱着一个女儿，向着天空城的入口走去。穿过城门，算是正式进入了龙的都市。开阔的街道，琳琅满目的奇珍异宝和各式各样的店铺，还有目光所及都是长着尾巴的大蜥蜴们。我不由得吞了下口水，双腿微微发抖。刘小烟瞥了身后的男人一眼，这家伙怎么在发抖？也是，这应该是他昏迷醒来后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龙。想到此处，他邪魅一笑：你抖什么？怕了吗？这是激动的抖。我看着前方的龙族子民们，一等功，一等功，二等功，这分明就是满大街的功勋要发财了好吗？把他们全带回去能换多少钱？刘小烟默默捂脸，狗男人的职业病又犯了是吧？亏自己还担心他，真是狗改不了吃屎。他用尾巴扫了下莱昂的屁股，快走，我们赶时间呢。很快，一家4口就前往了照相馆。银龙女王预约的照相馆，那必然是档次排面拉满的。我光是站在这家照相馆门口，就能感受到很浓烈的艺术气息。之前在修会的影响下，人类一直以为龙族都是些打打杀杀的野蛮物种，很难将龙和艺术照片联系在一起。可现实好像并非如此。照相师是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女士，哦不对，应该叫中年母龙，外表温和着装朴素，面带微笑。她走上前来与刘小烟简单的握了握手，能为银龙女王拍摄全家福是小店的荣幸。哪里，大家都说赛琳娜老师你的拍照水平是龙族顶尖的，能成功预约到你也是我们家的运气。陛下过奖了，不过陛下您丈夫的尾巴。刘小烟当即解释，她不喜欢把尾巴露出来，给她挑一套无尾款式的西装。她在心里暗骂，要不是这家伙死活不愿意带尾巴，说什么有违他人族尊严，倒也不用后面费这么多劲解释了。我有些疑惑，于是便凑到他耳边低语，你都是龙王了，让他去上门服务不行吗？刘小烟斜了我一眼，族群的龙王只能号令本族群的人，而天空城的龙不属于任何一个族群，那你这女王地位有点低啊。话音刚落我就后悔了，这死娘们踩人怎么这么痛呢？你丫的好歹给我点面子。刘小烟转过头去，一副叫你不老实的表情，还学会嘲讽了呢，反正比你高。他没有搭理身后嚎叫的莱昂，径直走进了更衣室。一段时间后，我也从更衣室走出，映入眼帘的就是2只换上礼服的小曼波。我差不多1米8出头，老实说倒是典型的倒三角身材，属于是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类型。我这20多年只穿过一次西装，就是在屠龙学院的毕业典礼上，那时候自己倒是不觉得有什么帅不帅的，只是当天典礼结束后，学妹们排着队来约我吃饭。不过我当时认真的回答，我还要回去给我师傅家的驴定蹄子，下次一定。师傅听完这件事后，搂着家里那头老驴，抽了一宿的烟，也没想明白这小子当时到底怎么想。收回思绪，我看着镜中的自己，确实要比当年成熟稳重不少。穆恩激动地摇着小尾巴，看着自己帅气的老爸，一个劲儿地夸赞着。我伸手揉了揉穆恩的脑袋，然后又看向不善言辞的大女儿。诺亚一愣，别开眼睛，吞吞吐吐地说道：是挺帅的。那既然大女儿都说帅了，想必是真的挺帅的。西装果然是男人最好的医美。也就在此时，更衣室的帘子被拉开了，刘小烟从里面缓缓走出，礼服裙为露肩款式，整体为黑色，腰间以及裙摆处以暗紫色做点缀，在庄严感中增添了几分神秘优雅。只不过因为是露肩款，导致领口有些低，露出了一点点龙纹的图案。我不由得有些发愣，这个每天以折磨我取乐的坏母龙，居然还有这么好看的一面。察觉到我痴呆的目光，他有些猛地发问：怎么了？这身哪里很奇怪吗？我自然是没了嘴硬的能力，没，挺适合你的，很美。没想到简单的几个词居然让他心脏猛地跳了一下。除了给他下药神志不清的时候，这还是他第一次听到这冤家这么夸他。红晕渐渐爬上了刘小烟的脸颊，就连说话也变得支吾了。你那身也很合适，要是有尾巴就更好了。准备工作做了半个多小时，一家4口终于要拍上照片了。2人肩并肩站在一起，照相机的镜头里倒是标准的站位和站姿，只是不那么太像是在拍全家福。赛琳娜放下相机，礼貌地说道：陛下，可以请您和您的丈夫摆一个恩爱的姿势吗？冤种夫妇同时愣了一下，赛琳娜笑着点头，没错，一定要超级恩爱的那种哦。俩人互相看了对方一眼，然后同时扭过头去。刘小烟轻咳2声，老师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姿势推荐一下。赛琳娜想了想回道：一般来说呢，夫妻2人要亲密一些，但是又不能艳俗，所以常常会拥抱啊、鼻尖相抵啊、深情对视啊之类的。拥抱、鼻尖相抵、深情对视，你杀了我们算了。见2人有些不太好意思，赛琳娜也纳闷，龙纹都搞上了，拍个照凑近点怎么了？搞不懂你们年轻人。那既然这些都不合适的话，2位用尾巴比个心
听吧。刘小嫣瞄了眼莱昂，现在给这家伙装尾巴也来不及了，但想来想去，好像只有比心这个动作是他们可以接受的。撕该怎么办呢？我用手可以吗？老师，我妻子用尾巴，我用手应该也可以比心的吧？我提议也算是比较折中了，既可以在外人面前保持一个和睦家庭的表现，也不需要违背自己的意愿装上一条别扭的尾巴。赛琳那一副额头，让这两大人摆姿势咋比指导小孩还难。刘小嫣对此虽然感到有些无语，但还是慢慢的抬起尾巴，将尾尖弯曲成一半的爱心轮廓凑到了二人的中间。我也伸出手，四指微弯，与大拇指形成了半个爱心的形状。比心的手势和尾势倒是做得不错，只是这俩人犹犹豫豫的，像是都不太好意思与对方发生肢体接触。仔细想想倒也正常，两个人都没有恋爱经验，抛开那些有的没的，我们只是不小心牵过一次手的关系而已，单纯的很嘞。不过刘小嫣的脸倒是越来越红润，被这混蛋抓尾巴总是会勾起那天晚上不太好的回忆。她偷偷我的大腿外侧拧了一把，声音咬牙切齿：“别捏我的尾巴。”